妻子重生醒来就把未来堂姐夫给欺负了。与此同时，堂姐正带着村民赶来，生米煮成熟饭后，女子才意识到自己从末世重生到了70年代，眼前的处境也全是堂姐的算计。她强忍着记忆对大脑的冲击，艰难地把衣服穿上。这衣服全是汗臭馊味，还有这一圈圈肥肉。有人来了，我还没穿好，来不及了，你自己把被子抓牢。堂姐，你让我在顾家等你，你跑哪去了？叔叔婶子们怎么也过来了？丫头，你堂姐说你和顾真玩在一起了，有没有这回事？胡说八道，我和顾真清清白白。堂姐，你为什么要故意败坏我的名声？我亲耳听到你和顾真在房间里玩破鞋，堂妹你就别狡辩了。这女人为了100块钱，就又要陷害自己的堂妹，对于这种人，能动手就别动口。死肥婆，你居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想坏我名声，拿刀砍了你都不为过。这丫头受什么刺激了？打起人来比村里的泼妇还厉害，我可受不住她一拳的。惹不起，惹不起。叔婶儿，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动手的，求求你们为我主持公道。堂姐她是想害死我啊！会哭的孩子有糖吃，200斤重，216个月大的孩子哭起来也是很辣眼睛的。丫头，你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大家伙儿帮你做主。这婶子真上道，堂姐抱怨顾周是个没用的摊子，想要退亲，可堂姐不肯退那100块钱彩礼，两人吵了起来。堂姐气不过去找人，威胁我关上门，在屋里守着。后面她就带着叔婶过来了。我知道了，她就是故意往你俩身上泼脏水呢，想拿这个把柄威胁顾家退亲，然后霸占那100块钱彩礼。这婶子智商在线啊！石兰香心眼可真坏啊，为了霸占彩礼，连自搞堂妹都害。就是顾二都这样了，能欺负得了谁？难不成要说是悠悠用强？她一个姑娘家干不出那样的事儿。顾正腿受伤躺在床上，悠悠200斤的大体格子，这俩人根本不可能搞在一起。石兰香拿我们当傻子糊弄呢，这种害人的思想要不得。我建议告诉村长，让他在全村通报批评石兰香。悠悠居然临时变卦，本来说好一起诬陷顾征，找顾家拿钱，为保证能成事，我还偷偷给两人用了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绝对会留下痕迹。别问她一个小姑娘怎么知道的，问就是不纯洁。你们俩肯定有事，掀开被子就知道了。我看你们怎么狡辩。这肥肉也不是没有用的吗？悠悠，你发什么疯？顾征是保家卫国的军人，是战斗英雄，你没有资格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掀他被子侮辱他。此时顾征睁开眼，注视着眼前宽阔的背影，心底泛起一样。这还是头一回被一个小姑娘，不对，是胖姑娘护着。我关心一下她的伤咋了？你这么激动，莫非是被子下面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唏嘘了？石兰香，你闹够了没有？为了霸占彩礼，败坏我和你堂妹的名声，现在竟有脸说关心我的伤，简直满嘴谎话，心思歹毒。那么凶的男人一定不能嫁给他，还是食品厂杨主任，温柔会疼人，还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营长呢？你现在就是个没用的残废，想娶我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只配和悠悠这样的肥猪婆玩破鞋。这时一个高挑黑瘦的身影冲了进来。退亲退彩礼，我们还能和和气气的。你这小贱蹄子，居然敢诬陷我儿子玩破鞋，你这是要我儿子的命呀！我的头发好痛，顾大娘，你松手啊！这大娘脾气够爆，挺对我胃口。顾大娘，有话好好说，别动手，我可没做什么欺负你儿子的事。悠悠这丫头又懒又馋又胖，自打来到村里掰玉米、偷鸡蛋、抢小孩的糖，简直人嫌狗憎。老二，他说的话是真的吗？咱俩可是一条船上互占便宜的人，你要敢卖我，我立马反咬。娘，是真的，您别为难他，但我们终究是发生了关系，不仅别为难，估计还得补偿。按理说我应该娶她才是，可池兰香说的没错，我现在就是个残废，没哪个姑娘会看得上了。泼辣护短的顾母回来了，村民们不再围着看热闹，三三两两散去。石兰香头被薅成鸡窝，两边脸颊高高肿起，趁乱跑走了。什么？老二居然被悠悠欺负了？娘，您怎么了？您醒醒啊！大嫂，金花婶他们还没走远，你快去叫人送娘去卫生院。哦，好，我这就去。他被自己酱酿酿吃了好几次，就当补偿吧。大娘是气急昏厥，需要急救，去镇上耽搁的时间太久，会加重病情。妹子，你是城里回来的，懂得肯定比我们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婆婆醒过来？大嫂，不是城里人就都懂医，赶紧去叫人。我在城里和药房老医生学过中医，正好能治过大娘的病。妹子，你快救救我婆婆！
你信不信我？我可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你要是不放心我给顾母治病，我绝对不带犹豫，立马撒手走人。把亲娘的命交给一个欺负了自己的女人，我是不是疯了？但她似乎与传闻描述的奸猾懒缠完全不同，眼神干净清澈，令人不由自主的信任。悠悠看到他点头，满意了，继续给顾母做急救，一边按揉穴位，同时操纵木灵空间里的木系能量在他体内游走。这是悠悠在末世的倚仗，靠着木灵空间跻身基地强者，逐渐适应新的身体后，他也意识到木灵空间一起跟来了。等安顿好了，我得去药房弄一副针灸银针来，好为以后做掩护。娘，您醒了，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我这是怎么了？刚刚似乎心口一紧，脑壳胀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我现在没有半点不舒服，好似有使不完的劲，能一口气翻完整亩地。娘，您晕倒了，是悠悠救的您。此时悠悠发现他的木灵空间只是初始状态，空间里的灵泉、种植土壤和丹房都不能使用，只能操纵少量木系能量，必须吸收大量的能量才能陆续开启，这让悠悠极度缺乏安全感。想让木灵空间完全开启，必须要一个丧尸王金河。可这个时空哪来的丧尸？我也绝不希望再出现那种怪物。桃源村背靠大青山，植物资源丰富，对木灵空间也算有利。现在就去试试吧。既然大娘醒了，我就先走了。悠悠突然头晕目眩，一个踉跄，整张大饼脸贴近了顾铮的胸膛。此时一股极为澎湃精纯的能量自相贴触传进了他体内。好舒服，怎么办？好多能量，好香好诱人，好想把它一口吃掉。娘和大嫂都看着呢，这个女人在干什么？刚刚至少玩了3回，她的药效还没解完吗？不知是不是刚才太过紧张，顾铮竟觉得腿上的伤没有那么疼了，甚至温温热热的，还有点舒服。你赶紧起来。就在这时，木灵空间升级了，白雾退散，露出一方泉眼，灵泉水在下方汇聚，数量少，但积少成多。你没事吧？没事，你刚刚怎么了？没事就好，可别给我吸出个好歹。起猛了，头晕。女子重生醒来就把未来堂姐夫给欺负了，男人不但不追究，反而提高5倍彩礼改娶她。女人看着自己5倍于她堂姐的身形十分不解，也不怕我200斤的大体格子把你压骨折了。一番闹剧过后，悠悠竟在这个男人身上感受到能被木灵空间吸收的能量，在这能量稀缺的年代，这对于她来说极具诱惑。丫头是身子难受了吧？赶紧坐着歇息会。老二是真不挑啊，受着伤都把这小姑娘欺负得站不稳了。不过丫头屁股大，好生养。悠悠试探着运转异能去触碰顾母和顾大嫂，都没有出现吸能量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顾铮身体里储存的能量异常暴躁，不断对他造成伤害，但却能被木灵空间吸收。刚才我将吸收到的能量转化为木系能量，送回他体内，才堪堪压住这股能量。活的能量源不能放过。丫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家老二？你要是嫁过来，吃的喝的管够，不用下地干活。老二要了你的身子，就得负责。再加上你还救了我，是个能干善良的，咋样？顾母对丑媳妇越看越满意，悠悠却差点被口水呛洗。记忆里顾母觉得原主祸害了顾铮，对他可没什么好脸色。原主还到处勾搭男知青，就连这次意外生下的一对龙凤胎也不受顾家人待见。如今堂姐没拿到把柄逼婚，怎么还要娶我？这是你亲娘，也不怕我200斤的大体格子把你压骨折了。我操！我竟然读懂了他的心声。池悠悠同志，事情已经发生，我愿意负责娶你为妻。作为补偿，我会给你500块彩礼。你要是愿意嫁我，咱俩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哇，500块啊！在这个年代，村里人劳动换工分，一年到头分红几十块算多的。城里铁饭碗1个月工资30多块，可数量有限，挤破头都抢不到一个。也就顾铮这种在部队10年、立功无数，才能眼也不眨的拿出500块来。能量源有米大方，身材好，而且还会欺负人，除了没感情，简直完美。顾铮，我嫁你。悠悠丫头，太好了。娘，我扶你回房休息吧。你们聊。你娶我是出于负责，我正好也需要一个机会脱离池家，刚好合作共赢。作为回报，我会把你的腿治好。作为回报，我就吸一点点能量，不过分吧？1年过后，咱俩就分手，男再婚女再嫁，谁也不耽误谁。现在是1976年夏初，再等1年多就会恢复高考，到时候考出去，天高海阔，自在潇洒。对了，还有龙凤胎，续父留子，带着空间养仔，岂不人生美事？如何？那场爆炸进入身体里的，除了弹片，还有一个极为怪异的东西，令伤口难以愈合，就连首都军总医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她一个小姑娘又能有什么办法？居然还把分手挂在嘴上，她不知道分了手的女人会遭受多少非议吗？我没意见，等分手的时候就对外说都是我的责任好了。够爽快，那就这样说定，我先回去。
就我这个体格，得赶紧瘦下来才行。我和你一起回去提亲。你的腿方便走路吗？我一个人回去也行的。我是腿受伤了，不是瘫了，这点都能走。他们先去请老村长李水富说明了情况后，一起往池家走。喜丫头，你还有胆子回来，敢打我的兰香，看我不撕烂你的脸！大家快来看啊，小姨子和未来姐夫玩在一起了，不要脸啊！闭嘴！自己做的丑事还不让人说了，你想干什么？赶紧放开！我可是你三婶，这丫头在外撒泼耍混，回到家就是一窝囊废，有她爷奶和爹压着，挨打挨骂屁都不敢放一个。干什么？三婶你殴打战斗英雄，我自然是大义灭亲了。我的脸，你们这对狗 CP， 我三婶劝你嘴巴放干净点，不要到处喷粪。你侮辱殴打立功负伤的子弟兵，思想严重有问题，小心治安局把你抓起来上山改造。钱红艳如同被卡住嗓子的老母鸡，瞪着眼珠子说不出话来。这个年代的人对治安敬畏，对监狱改造之类的更是害怕。喜丫头中邪了，之前被他爹收拾的，说话都不敢大声，现在居然会威胁人了。你是不是傻？就那么站着让他挠？我没事，小伤，下次别这样了。到底是长辈，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人善被狗欺，为了名声好听就得忍气吞声，那我宁愿当个吧。此时收到消息的池老太一路扯着林杏花回来了。悠悠看着那个脸色蜡黄、瘦骨嶙峋的女人，喃喃喊了句：“娘。”原主在城里18年，3个月前才回到桃源村。林杏花对原主是真的疼爱，原主挨打她护着，原主干活她包揽，就连口粮也省下2/3给原主吃。但软弱也是真软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暴躁老公极度宽容，遇上事只会哭。二嫂，你可算回来了！悠悠欺负未来姐夫，兰香以为是他被欺负，好心去喊人，却被他打成了猪头，连我这个三婶也被打了。悠悠，你三婶说的是真的吗？你太不懂事了，这都是会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的呀，以后可怎么办？娘，您先回屋，这件事您别管。喜丫头，听见没？还不快跪下给我们道歉！着什么急？等哪天你坟头草长满了，我说不定会考虑跪着给你拔。你婶子，你误会了。悠悠，兰香她就是一时冲动不懂事，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吧，亲人之间可不能伤了情分呢。哼，我不可能原谅他们，我也没有这样的亲人。你如果再说这种话，也不必认我这个女儿了。婶儿，我请村长过来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悠悠名声受损，有我的责任，我愿意娶她为妻。呵，我孙女被你坏了名声，你当然得负责。之前那100块就当她的彩礼了。不行，一码归一码，之前的彩礼退给顾家，悠悠的彩礼我会另给。你是不是不愿出100块娶悠悠？没门，少1分都不行。顾正之前可是营长，居然要娶一个黑胖的肥猪婆。山里的冯天子想娶悠悠，他乃要50块彩礼，冯天子都没同意。顾正总不可能比冯天子还傻吧？悠悠又丑又邋遢，彩礼给5斤红薯顶天了，持家人可真好意思张口。那身材看着就倒胃口，倒贴给我都不要。村民们说话没顾忌，十分难听。顾铮脸色沉了下来，他打开匣子，拿出一捆大团结递给悠悠，声音铿锵有力：“这里是500块，你收好。3转1响，在来的路上，下个月选个吉日，咱们结婚。”好。骗我感情可以，骗我米是绝对不可能的。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不到500公斤的女人，却有男人愿意出500块巨额彩礼娶她？500块你别嫌少，明里暗里惦记她的人可真不少。这里是500块，你收好。3转1响，在来的路上，下个月选个吉日，咱们结婚。好。娶我只给100，娶悠悠却给500，这不是明摆着说我还不如一个洗肥婆吗？我的彩礼，把彩礼给我。悠悠灵活避开池老太的手，将米揣进衣兜，下一秒收进了空间。视米如命的池老太眼看自己的米进了别人的兜，抓心挠肺的疼。那是我的米，你揣自己兜里是什么意思？阿奶，这是我的彩礼，可不是什么你的米。混账东西，你姓池，是池家的人，彩礼当然要交给家里管，你吃家里的用家里的，这点米还不够生活费。家里每天给我吃的都是野菜糊糊，值500，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要这样受的，阿奶。池老太这种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最忌讳听这些，可家里男人都去休和爸不在家，她腰板硬不起来。小贱蹄子，敢诅咒长辈，等你爹回来，我非叫他打死你不可。听人提起池二壮，悠悠身体不受控制的瑟缩了下，惧怕到形成了肌肉记忆，可见原主之前被打得有多狠。阿奶，彩礼我1分米都不会给你，你趁早洗了那条心。老天爷呀，还让不让人活了？没抢到那500块，
池老太喜活不肯退顾家之前给的彩礼，老村长劝了又劝，口水说干了都没用，耍赖也没用，我回头就跟会计说100块换成公分，从你们家划给顾家，队里会给你们开结婚证明，到时候记得来拿。谢谢村长。小莲，快给我抹点药！天哪，是谁给你打成这样？还不是悠悠那个洗肥婆，今天竟然敢打我！臭瘸子和洗猪婆天生一对。兰香，你和顾铮不是退亲了吗？关悠悠什么事？还不是我奶不想退彩礼，所以我拿了给牲口用的药。他们两个在房里动静可大了，顾铮不娶也得娶。兰香，退亲的事一直都是我帮你出主意，这次为什么不提前问我？我又不是没脑子，干嘛事事都要问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我给他和杨主任牵线搭桥，是为了让自己能和顾铮在一起，结果他就这么把我的计划全毁了。悠悠，顾铮的腿废了，后半辈子都得靠拐杖，你真要嫁给他吗？结婚证明都开了，自然是真的。娘，和我爹分开吧，我证明养你，能吃饱还不挨打。不行，哪有女儿撺掇爹娘分开的？一旦分开，那件事就瞒不住了，我不能害了女儿一辈子。悠悠盯着林杏花慌张的背影，眼睛微眯。娘的反应有点奇怪，她在害怕逃避什么？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悠悠，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却背着我和顾铮在一起，你伤害了我，得补偿。这是原主迷恋的对象，知青宋文浩。只要原主手上一有米，这人就会像个苍蝇粘上来。滚！你不是喜欢凤凰牌自行车吗？给我150块，我就原谅你，考虑你的表白。又是个惦记彩礼的，米可以给你，但你得先把之前借的米和票还我。果然，你还是喜欢我的。我这不是凑米买自行车呢吗？以后肯定还你。那你给我打个欠条，签上你的名字，彩礼你少了总要有个说辞。一张欠条换150块，不亏。拉扯一会后，悠悠笑着接过37块8毛5分的欠条。米没有，巴掌倒是有几个，要吗？你耍我？洗肥婆，你竟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之前骗我感情就算了，现在骗我米是绝对不可能的。给你3天时间，时间到了还不还米，我就拿欠条告到知青点去。你敢？你大可一试，看我到底敢不敢。滚！顾铮无意目睹了全过程，心情一波三折。他为宋文浩花米是喜欢的吧？这是因爱生恨，还是迫于和我在一起的无奈？你学过功夫？被看见了，算不上功夫。以前在城里经常被欺负，有个好心大爷看不下去了，就教了我几招自保。姑娘家学几招防身用很有必要，但不一定非要动手。以后可以找我帮你。我回来是要告诉你，过几天我去县医院复查，你和我一起买2身新衣服和结婚用品吧。好的。悠悠摸着手心里的月牙印记，心中默念进。石悠悠仔细检查着木林空间的情况，跌回了初始状态后，装有中医传承的药炉和可以加速作物生长的土壤全都隐在白雾中。他盘腿坐下，怒喝了一口灵泉水，然后牵引着木系能量在身体里游走，最大程度的吸收灵泉水。片刻过后，他身上就冒出了厚厚一层污垢。你掉粪坑了，赶紧滚出去，别弄脏了热水。死丫头，和你娘一样贱，对男人投怀送抱，以为这样就有靠山了。三婶嘴太臭，我给你洗洗。三婶，你说话那么难听，洗了是要下拔舌地狱的，早拔晚拔都是拔。侄女，我先帮你切了吧。你别乱来啊！你这么对长辈，天打五雷轰，你不得好洗。还管不住嘴是吧？别，管得住，管得住。悠悠，三婶错了，再也不乱说了。窸窣响声，一股腥骚味蔓延开来，是钱红艳被吓尿了。再说我和我娘的坏话，一定割了你的舌头。娘，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没事的，老毛病了，你快回去睡觉吧。林杏花的身体就像一块枯朽的木头，多处外伤，严重营养不良、贫血、胃癌早期，若不及时治疗，喜路一条。悠悠往水里加了几滴灵泉水，急忙递给林杏花。娘，喝点水。悠悠操纵着仅有的木系能量集中在她的胃里，林杏花很快便沉沉睡去。看来明天得去找顾铮补充一下能量才行。进。女子身环木林空间，此刻她正在吸收着空间里的灵泉水，装有中医传承的药炉和可以加速作物生长的土壤全都隐在白雾中，而那个男人的伤竟是退散这层白雾的关键。还是呢，赶紧起来干活。娘，我夜里肚子疼，悠悠照顾我倒很懒，让她再睡会儿，衣服我去洗。上工前把衣服洗出来，打猪草，捡柴火，缸里的水也要挑满，要是耽误了上工，你们娘俩今天都别想吃饭。
昨晚睡了个好觉，林杏花现在浑身都是力气，拿着竹筐去河边时，池悠悠穿戴整齐走了出来。娘，你把衣服放下。三婶、堂姐都别睡了，阿奶喊你们起来干活了。池家倒8辈子血没造10辈子冤孽，才娶了你个贼婆娘，还剩一个黑心烂肺的蠢玩意。悠悠中气十足，骂人的话如连珠炮发射，气都不带喘一下的。很快，钱红艳和池兰香披头散发的从屋子里钻了出来。三婶，我要割了你的舌头！看来昨天留在三婶穴位上的能量起了大作用，让她美梦连连了。娘，喜肥婆把你烫成这样，你还帮她干活？少说几句，这丫头有点邪门。丧门星，你就耍威风吧，等你爹回来，竹条子抽烂你的皮。老太太，我要是丧门星，你3个儿子3个孙子谁也逃不掉，排着队往坟堆里跳吧。你悠悠，娘知道你受了委屈，心里难受，可你这么做，娘真怕等你爹回来了，娘护不住你。谁说他没人撑腰？大清早的，你怎么过来了？找我有事？别自作多情，我和二哥路过这，是你嗓门太大。顾杰、顾铮的3弟，原主为讨宋文浩欢心，抢了铁蛋和二妞的大白兔奶糖，2个小家伙一路哭着跑回家。顾杰知道后找到原主，二话不说给了他几拳。怪不得他身上有那么多伤痕淤青，原来竟是被他爹打的。婶子，悠悠是我的未婚妻，我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她。如果二壮叔回来再动手，来找我。多谢，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找你帮忙。悠悠看到顾杰一直在抓伤口，伸出手想要帮他查看。干什么？别碰我！小屁孩，你伤口绷带缠得太紧太厚了，还浸湿了水，很容易感染。再不拆了绷带，消毒上药，会化脓溃烂的。你说谁小屁孩呢？谁答应就说谁了哦。行了，她是你未来二嫂，态度放好点。要不要我帮忙看看？才不，我找小莲姐去，她特意为我二哥在公社学了处理伤口，比你好多了。对不住，我弟弟他对你有些误会。没事，如果你有心仪的对象，咱俩的婚事就做罢。不过你的腿我还是会负责的，这点不用担心。我没有什么心仪对象，倒是你心里有喜欢的人，随时都可以走，我不会拦，你也不必为我的腿负责。我有喜欢的人，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你身上的能量。一进大青山，悠悠就有种毛孔打开呼吸、通体舒畅的感觉。因为木林空间的存在，悠悠只需靠近花草树木，便能知悉它们的生长状况、习性、药用价值等信息。它还可以把名贵草药请进空间的种植土壤，批量种植、催生、收获。而解锁种植土壤最快的方法就是吸固针。不是你碰瓷啊！应该是灵泉水残留的味道吸引了他们，得先撤了，招惹来大家伙就麻烦了。娘，你赶紧去池家回亲，我二哥不能娶池悠悠。这个臭小子带外人上门，还瞎嚷嚷家里的私事，生怕不丢人是不是？你二哥昨天才重新定的媳妇，又悔亲，想叫村里人都来看笑话。可是，徐知青，你过来是有啥事吗？大娘，我学过外伤处理，过来是给顾真哥换药的，请换药，伤口才能好得快。好，我这就去找他回来，你先坐一会儿。您真得劝劝二哥，那个池悠悠不是个好的。徐小莲没有在院子里坐下等，自顾自地进到了顾铮住的屋子，然后来到书桌前，在上面发现了一封结婚报告。顾铮居然没退伍，还是像那个人说的，顾铮已经转文职了，我得想点法子毁了这桩婚事才行。徐小莲视线落在信纸上家庭成分4个字上，嘴角勾了勾，屋外传来动静，她慌忙将信纸放回原位。你刚刚在干什么？为什么进我的房间？顾铮哥，你别误会，我是看你房门没关，就想着先进来收拾换药要用的东西。顾杰他们手里没个轻重，还是我给你换药吧。你先把裤子脱了呀。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扰二位了。顾铮哥，徐知青，我已经说过不下3回了，不用你给我换药。悠悠姐，你别误会，我和顾铮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打住！首先，我娘就生了我一个，我可没什么妹妹。其次，我18，你20，上来就管我叫姐，你是天生爱给人做小。只是你长得高高壮壮，一点都不像18岁，所以……徐大姐，你还有什么事吗？我和我未婚夫有话要说。徐知青，劳驾你跑这一趟，日后有需要我会去保健站找老胡叔的。顾铮哥，那你好好养伤，我先走了。池悠悠，你等着，顾铮的妻子必须是我，随军去海岛部队的人也必须是我。男人以为女人正在为自己处理伤口，其实女人正在吸他身体里的能量。他花500块巨额彩礼娶了这个不到500公斤的女人，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女人一门心思只想把他吸干。躺下，把裤子脱了。你想做什么？我不检查你的伤势，如何给你治疗？难不成你想放弃回部队？
放弃你的理想抱负，一辈子窝在这桃源村里，靠着拐棍过活？当然不，哪怕只有一丝重回部队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行了，都是睡过一回的人了，你全身上下我哪没看过，至于跟防贼似的吗？你们在干什么？石悠悠，你不让小莲姐给我二哥换药就算了，怎么还欺负他？顾铮是我未婚夫，他整个人都是我的，欺负怎么了？这叫交流培养感情，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一边去！你无耻！你别逗他，是误会。徐知青是我让他走的，以后没什么事不要麻烦人家到家里来。他是桃源村的赤脚医生，不是我们顾家的赤脚医生。麻烦让，我要给你二哥施针了。顾母听池悠悠说要帮顾铮治腿，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事，在厨房坐立不安的，没忍住放下了手中的活过来看看。悠悠，老二的腿咋样啊？能治不？不能治的话也不打紧，过2天咱们一块上县医院去。大娘您放心，我和药房的老中医学过，还读了不少医书，这点伤难不倒我。我现在要先帮你排脓消毒，可能会有些痛，你有个心理准备。你随便砸，感染化脓而已，木系能量配上灵泉，分分钟就能搞定。他左手在穴位处轻轻按压，找准后右手捏着金针斜斜刺入，任穴准，手速又快，嗖，顾铮的腿上就扎满了针。顾母和顾杰看得心惊胆战。轻点，你到底靠不靠谱啊？别把我二哥扎坏了。你给我把嘴闭紧喽，别打扰悠悠丫头扎针。石悠悠静下心来，小胖手捏住金针慢慢捻准，木系能量运转，通过金针输送到各个穴位。怎么样？左腿除了麻和伤口疼，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感觉？扎针的穴位先是酸胀，然后温热酥麻，感觉很舒服。太好了，悠悠，只要你能治好老二的腿，让他别再受罪，你让大娘做什么都行。我和顾铮马上就要结婚了，他也是我的家人，您这样说可就见外了。哎，你说的对，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老二能娶到你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我看过2天上县城的时候，你们就去把证扯了。这样的好媳妇肯定要早早的请上户口，迎进门来才能放心啊。不知为何，顾母心里慌慌的，总觉得会有人跳出来捣乱，2个孩子的婚事不会特别顺利。娘，这事急不了，得等结婚报告批准了才能领证。好，娘不催，娘去给你们做饭。此时的悠悠早已油尽灯枯，头晕目眩，小手不自觉地抓住顾铮。顾铮想要抽开他的手，却被抓得更紧了。别动，我要根据你的脉象变化来调整针法穴位，以后每次针灸都要摸着你的手腕进行，你配合一点。原来是在切脉，不是故意摸我手的，我还以为。可别的医生把脉只搭几根手指，他软乎乎肉嘟嘟的手却全部贴了上来。顾铮体内那股庞大暴躁的能量自发分成了大小不等的6份，盘亘在6处炸弹碎片周围。这股明显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怪异能量，究竟从何而来？大约过了半小时，最浅表的一处碎片能量被吸收殆尽。悠悠操控木系能量包过去，将那块小碎片吞噬掉。此刻，顾铮腿部疼痛缓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松快。以后每隔2天我就来给你针灸一次，辅以断续膏和洋河汤，坚持2个月，基本就可以脱掉拐杖。康复训练顺利的话，能恢复到你受伤前的状态。谢谢你。二哥，你感觉怎么样？扎那么多针痛不痛？你手上全都是细菌，不要去碰伤口。哼，2个月就能治好我二哥的腿，部队医院的医生都不敢说这种大话，你就吹牛吧。既然你不相信，敢不敢和我打个赌？有什么不敢的？你说怎么个玩法？2个月内，如果我能让顾铮脱离拐杖，双腿重新站立行走，就算我赢，你顾杰从今往后必须对我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我指东你就不能往西。好，玩就玩。那要是2个月后我二哥的腿没好，你输了怎么办？我输了，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如果你输了，就不准再纠缠我二哥，从我们顾家。小杰，不要胡闹，2个月，只要不出意外，我和悠悠已经领证结婚了。刚结婚就分，叫十里八村的人怎么看我和悠悠？我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乖乖跟在屁股后头端茶倒水。没问题，如果我输了，就照你说的办。第4句不许反悔。我认真对待的婚姻，在他心里却是那么的随便，随便到可以用来作为赌注。既然如此，又何必答应嫁给我？顾铮，你要对我的医术有信心，我一定会赢。到时候可别心疼你3弟给我当小弟啊！咱俩不是约定好当1年夫妻吗？在那之前，我是不会主动抛弃你的。长得不怎么样，字写的倒是好看。我也觉得好看，多谢夸奖。检查完顾铮的伤势，悠悠在顾家吃了午饭，顺道还给林杏花带了1盒饭菜。悠悠拎着饭盒往林杏花上工的地里去，路上却被一脸焦急的金花婶拦下。丫头，你赶紧回家看看吧，你爹修河坝回来了，把你娘从地里拽走了。倒霉婆娘，叫你犯贱！女人的卑微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无奈，就为了守住18年前的秘密，这个女人被家人当成老黄牛压榨，最后重病而亡。
拥有原主记忆的悠悠也没能发现林杏花的秘密。活该！暴躁男都该死。石家其他人像是被掐了脖子的公鸡，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快找赤脚医生来，好痛！这伤得不轻啊，这得花多少药费？三弟，你年轻力壮，赶紧背你二哥去找医生。大哥，你是家里老大，有什么事你得站出来啊！忤逆不孝的东西，你要遭雷劈呀！闭嘴，再敢叫，牙给你打掉！哎呦，我的胸口哟，他是要气死我啊！娘可不敢晕啊，之前得罪了赤脚医生，1毛的药他卖咱们3毛，花钱就如同割吃老太的肉，他顿时不晕了，中气十足的咒骂。都是群要债的冤孽，老大老三，给我把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绑起来，饿他10天半个月，看他还怎么嘚瑟。快去呀，我们金宝还等着用那500块娶媳妇呢。娘，我就只有悠悠这一个孩子，不把彩礼拿出来，就给冯家的老官夫当田房，他愿意出100块彩礼。池老太语气冰冷，林杏花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更白了。冯家的老官夫有疯病，今年40岁，悠悠嫁过去就是喜路一条。林杏花回望女儿，愁苦又绝望。悠悠，要不你就把钱拿出来吧。娘，你起来。池老太朝俩儿子递了个眼色，池老大和池老三左右夹击，伸手想要扼住池悠悠的肩膀。找喜。好痛！敢打我男人，老娘跟你拼了！我的肚子！别打了，大伯不绑你就是了。丫头，大伯娘可是向着你的，你怎么好坏不分呢？林杏花遭到全家人的辱骂和池二壮的毒打，其中属赵娟拱火拱的最厉害，3两句就挑起了池二壮的怒火。悠悠，我们金宝平日里对你不错，让你拿500块出来给他找个工作，怎么了？怎么，你家收了那么多人的彩礼，还不够给你儿子找工作的吗？赵娟一共生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儿子最小，女儿们早嫁了出去。她最忌讳别人替她嫁出去的女儿。什么叫那么多彩礼？你说话也太难听了。金宝是要进县城木材厂当正式工的，那点儿钱哪够？钱不够怪谁？我是池金宝他堂妹，不是他祖宗，他吃商品粮还是吃狗屎粮，都和我无关。娘，金宝朋友那边催得紧，有好几个人都想要这个工作，过了今天他就要卖给别人了，您赶紧想想办法啊！彩礼肯定被喜丫头藏在身上了，老大老三快点给我找出来！池老大和池老三挨了好几棍，这会儿痛得腰都直不起来。可老娘发话，他们又不得不听，互相给了个眼色后，又朝池悠悠围过去。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别打了！池二壮本想爬起来教训池悠悠，看到这场合，直接眼一闭躺在地上装死。池老太颤巍巍地缩在墙角，眼神惊惧。疯了，喜丫头疯了！池家的村长来了。悠悠此时立马拽过吓懵了的林杏花往外跑，他伸手抹了把林杏花额头上的伤，胡乱涂在自己脸上，跑出院子哭喊：来人呀，救救我们！这是咋的了？村长叔，我阿奶他们要抢我的彩礼，给大堂哥找工作，不给就动手，你们再不来，我和我娘就要被打死了。公社今年重点抓妇女工作和生产队治安，这事必须好生处理。乡下男人动手动脚，就跟在家吃饭喝水一样常见，大队管不过来也懒得管，可叫公社干部撞见了，这事可就糊弄不过去了。哎，我晓得，肯定处理好。今儿公社下来检查，池家闹的什么事啊？这不是给队里找麻烦吗？喜丫头闯了祸就想跑，抓住了打死你！给我住手！村长，快把这个贱蹄子绑起来，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简直不像话，把人娘俩欺负的满身是伤还不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真闹出事了，全部抓上山改造。喜丫头发疯打长辈，要抓也是抓他。你们一群人，他们母女2个人，你们活蹦乱跳，他们满脸的伤，到底谁打谁？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谁啊？我们的家务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滚一边去！池老三挨了打，跟条疯狗似的逮谁都咬。见对方年轻面生，语气凶蛮：“你给我闭嘴！这是公社新来的周巡周主任。”啥？主任？不早说！这就是老顾的结婚对象，他不搭理市长女儿的示好，却看上了这么一个胖姑娘。不是说胖姑娘不好，只是这外貌长相和老顾差距也太大了。你们说小同志打人，证据呢？我看你们露在外面的皮肤可半点伤都没有。赵娟和钱红艳赶忙扒拉自家男人的衣服，被打的地方一碰就疼得厉害，可从表面看竟没半点受伤的痕迹。怎么会这样？为啥没留伤？这就是一门学问。不巧，池悠悠就对此有那么一点点研究。老顾的胖媳妇似乎不简单啊！棍子不是在你家老三手上吗？还沾着杏花母女俩的伤呢。我们刚刚亲眼看见池老三举着棍子追出来，还喊要打喜池悠悠，天底下就没有这么狠心的三叔。池悠悠撸起自己和林杏花的袖子，露出青紫的伤痕，尤其是林杏花枯瘦的手臂上没一块好肉。太不是东西了，池家这是不把他们当人的糟践啊！
村长叔，您平时是最公正负责的，村里人都敬重您，求你们做主，把我和我娘的名字从池家册子上划掉，从此我们和池家断绝关系。老二媳妇在地里干活能当男人使，顾家的500怪彩礼他们也还没拿到手，现在把母女俩放跑了，岂不是要亏喜？悠悠他娘，你咋想？娘跟我离开池家，我们去过不挨骂、吃饱穿暖的新生活。新生活多么美好光明啊！好，娘跟你走。行，那就做梦。林杏花，你就不怕我把当年的事都搂出来？听见池二壮的话，林杏花整个人颤抖起来，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极为害怕的事。悠悠摸到他的手，冷得像一捧冰茶。娘，你怎么了？想跟老子分？行啊，我立马就上宫设把当年。我没想分开，求求你别乱说。到底是怎样一个秘密，让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明明能和女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依然决定待在暴躁男身边，受尽苦难。悠悠，对不起，娘真的不能和你爹分开。既然看不透你的秘密，我又重生成为了你的软肋，那就让我来护你吧。听见没？我婆娘说不分。村长叔，我娘不肯分，但我们在这里真的待不下去了，求您做主，把我的户口单独分出去，我花钱在顾家附近盖2间房子，以赡养的名义把她接出去住。这丫头够果断，不愧是老姑自己挑的媳妇，处理起事情来很有几分她的风范。胡闹，二房就你一个女娃，不可能分出去。你想让全村人看我们老池家的笑话吗？村长，你敢把她分出去，我就拿根绳子吊喜在村委门口。喜丫头被分出去，到手的彩礼和3转1响就飞了。老村长一张老脸愁成了苦瓜，池悠悠也不为难老村长，而是问大房3房的人：你们也不愿意我分出去？两人可都算计着彩礼呢，自然不会放他走，装出一副和蔼长辈的模样劝他。行，既然你们非要我留下，那咱们以后就好相处。池家人看向那张黑饼大脸和雄壮的身躯，后背忽地发寒。经过刚才一番折腾，感觉留下了一个大麻烦。不肯分又不肯断，那咱们就来谈谈赔偿的事。我们娘俩被你们伤成这样，尤其是我娘，肯定被砸出脑震荡了。先拿50块医药费出来。说什么胡话？一家人之间不谈钱。我呸！不谈钱谈什么？谈你脑瓜崩吗？混蛋，怎么和你爷爷说话的？把老子打成这样，老子还没找你算账，你哪来的脸要医药费？您开什么玩笑？我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对您动手？要么拿医药费，要么我去治安局说我爹要嘎了我娘。碎财居然在一个丫头片子手上吃了亏，被村长和周巡等人盯着，池老头抹不开面子。老婆子，去拿钱给二壮媳妇看医生。看啥医生啊？抓一把草木灰撒上就行了。我说话不管用了，叫你去就去。池老太最怕的就是池老头，被他的吼声吓得浑身一哆嗦，转身去拿钱，没走2步就被什么东西绊倒，磕到嘴，呸一声吐出2颗老牙。我操！这草咋长这么长？没牙了，过年咋吃肉啊？池悠悠悄然收回手，唇角微勾。等了好一会，池老太才拿来一把毛票。池悠悠懒得和他斗嘴，5毛、1块、10块、18，还差32，拿来。就这些，多的没了。悠悠二话不说，直接上手掏兜，拉扯一会，摸出来7、8块钱。你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过奖，老混账的小混账，还不都是跟您学的？人群散去，老村长喊来了拖拉机，池悠悠带着林杏花上县医院看医生，让他远离池家，说不定还能问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出发吧。好，师姐，你坐稳啊。开拖拉机的是村长家的小儿子李卫民，逢人爱笑，屁股颠成了4瓣。拖拉机终于在太阳落山前抵达了县医院，还顺道买了3个大馒头和3个大肉包，花的都是从池老太那摸来的零钱和粮票。池悠悠分给李卫民1个馒头和包子。池姐，你留着跟婶子吃吧，我不饿。辛苦你跑一趟，我和我娘今晚就歇在县医院，天马上暗了，你赶紧打转回去吧。娘的伤口已经不疼了，用不着看医生，多烧钱呢。钱的事不用操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晚胃疼的觉都睡不着，让医生检查开药，早发现早治疗。要你真出了什么事，我就成了没娘的野草，受欺负都没人护着了，你舍得吗？哪是娘护着你呢？明明是你站出来保护娘啊！都怪自己没用，女儿被逼狠了，被迫长大懂事。娘，别说我了，你为啥不和池二壮分开？别乱喊，他是你爹，怎么能直接喊名字？林杏花回避和池二壮有关的所有问题，池悠悠也不逼他，带着他找医生检查包扎，办理住院。入夜，林杏花睡得并不安稳，悠悠从空间取出银针扎在穴位上，片刻她便沉沉睡去，然后避开护士走出医院。悠悠脚程很快，半个小时之后回到了桃源村。当家的，明天还是送二壮去医院看看吧。窝囊东西，婆娘管不住，连个丫头片子也打不过，我的脸都要被二壮一家都见了。二壮是个孝顺的，都怪池悠悠那个贱蹄子，从前几天开始就跟中邪了似的，不好对付。
那丫头不对劲，不能让她嫁进顾家有靠山，到时候压都压不住。可是顾家拿了500块彩礼，还有3转1响，城里人接媳妇都拿不出这么多。钱进了池家就是我们的了，他们想拿回去，做梦！当家的啥意思啊？老大媳妇说招娣嫁去的冯家寨里面男人缺媳妇，都肯出高价彩礼，而且寨子里的人个个身强力壮，正好能制住那丫头，进去了就别想出来。那等把顾家的彩礼和3转1响拿到手，就让人把喜丫头带回山里，神不知鬼不觉的，顾家来要人，就说喜丫头带着钱跑了。行了，赶紧睡吧。都说最毒妇人心，池老头的心比妇人心还要毒上100倍。待呼噜声响起，悠悠取出几株地茄草点燃，从窗户分别塞进几间屋子。地茄草有毒，却可入药，直接燃烧的烟雾也能产生轻微迷幻作用，再搭配上银针刺血，足以让人睡沉过去。这帮人把我们母女俩当成牲口一样压榨，今晚不把他们扒干净了，都对不起我辛辛苦苦走的半小时路。石悠悠从池老太那挑出几把钥匙，将屋子里上锁的斗柜和箱子全部打开，无论是吃食、被褥、布料、水壶、煤油灯、板凳，凡是能带走的，全部收进空间，渣都不留。最后轻松进账200来块。正在清理地切草痕迹准备离开时，原主的一个记忆片段冷不丁跳了出来。女孩只是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水壶，手里的水壶便消失了。起初女孩还有些犹豫，直至她把家里能吃能用的都一一摸过后，才停了下来。女孩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2个熟睡的老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原来她不但能进入木林空间，还能将物品移动到空间内。此时悠悠已轻松进账200来块，正准备离开时，原主的一个记忆片段冷不丁跳了出来。她曾无意间撞见池老太撅着屁股在屋子里放公桶的墙角捣鼓，那个角落又臭又脏，有什么可捣鼓的？石悠悠脚尖一转，来到那个角落，她把桶提开，眼尖的发现了撬动痕迹。真能藏啊，居然在墙角打洞。那是一块伪装成墙面的黄土，里面被挖空了一块，刚好塞下一个盒子。打开盒子，石悠悠眼睛蓦地瞪大，好家伙，铁盒里的东西光大团结就有厚厚2扎，粗略估计不会少于2000块。信封里全是花花绿绿各种票，还有一块玉佩，触手温润，感觉很有些年头了。石悠悠第一时间不是高兴，而是拧紧了眉。池家3代贫农，怎么都攒不到这么多钱和票？钱还好说，可票都是按照计划发放的，轻易弄不到。池家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会和池二壮提到的当年之事有关吗？石悠悠小胖手一抹，铁盒子消失不见。他如法炮制扫荡了大房和3房住的几间屋子，做戏做全套，穷光蛋2房也没逃得过被洗劫，连后院自留地里的鸡圈、猪仔都不放过，全收进了空间。石悠悠接连换上几双鞋子，在院子和屋子里走了几圈，完全掩盖掉自己来过的痕迹后，才披着夜色回到医院病房。池家真是头大肥羊，就是可惜明早看不到池家人醒来后的脸色，那场景光是设想一下就爽歪歪啊。周巡从池家离开后，就直接来到了顾家探望老战友。老顾啊，你的胖媳妇看起来不像是盏省油的灯啊，那体格子，那嘴皮子，我严重怀疑等你们结婚了，你是被压在下面的那个。说什么呢？你说话注意一点。你的胖媳妇啊，你是没看见她被池家那些凶神恶煞的人追着欺负，哭归哭，但眼睛里一点害怕也没有，那张巧嘴跟刀子似的，3言2语就把他爹还有爷奶气得七窍生烟。周巡提起池悠悠，言语间难掩趣味和欣赏，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女同志。虽然外貌一言难尽，但性子真的很特别，冷静不怕事，敢于反抗，心有成算，不像是小地方能培养得出来的。你啊，性子古板，嘴又笨，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哪里说得过他？日后结婚了，生活在一起，指定被压得洗洗的啊！被追着欺负还哭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池二壮兄和爸这么快就回村了。若真像新花婶子说的那样，他下洗手教训闺女，没人拦得住，那池悠悠恐怕会吃大亏。你这关注的重点有些偏啊，不是说因为意外才定亲？我怎么瞧你还挺上心的？说正事。周巡把池家发生的事情给顾铮详细说了一遍。就是这样，我跟村长离开的时候，你媳妇已经要到了医药费，再等拖拉机送他娘去公社医院。放心吧，你媳妇没受伤。不是你说她一脸伤？伤口都没有，那血儿是从他娘那儿沾了抹在脸上的，糊弄到了村民，可骗不过我的眼睛。你这胖媳妇贼精贼精的。她一个姑娘家被亲爹数百几个大男人追着欺负，还得护着他娘，不机灵点怎么成？你要是在现场，可能就不会说这话了。这种手法不经特殊训练，普通老百姓可做不到。你怎么就能肯定池家人没说谎？上面让公社协助调查的消息你也知道，正好是3个月前，他从县城认亲回桃源村，这未免太巧合了些。顾铮黑眸沉了沉，拄着拐杖走到窗边，确定外面没人后才压低嗓子道：你怀疑他是迪特？他回村时间虽短，可在县城养父母家里的18年过往都能查到，你这怀疑太牵强了。所以才需要调查排除嫌疑吗？事关重大，容不得马虎。
池悠悠是敌特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身上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我跟上头打结婚报告后，女方的档案会被仔细审核，到时候自然就排除嫌疑了。至于其他，我会把他放在身边看着。悠悠，检查做完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多待一会就多花钱，花的娘五脏六腑都疼。不急，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安心住着，带的钱够用的。乡下来的吧，瞧你们那穷酸样，没钱就别来医院，叽里呱啦打扰别人养病。算了，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老太太看起来就是不好惹的，闺女会吃亏的。林杏花遇事第一反应就是退让躲避，池悠悠抿了抿唇，没说什么，递个水果给她后便去打开水了。回来时便看到一男一女鬼鬼祟祟从病房里出来。等会，悠悠一把抓住对方怀里的包包，接着一个手刀便将男子放倒。抓小偷了，快来人啊！你这胖丫头乱喊什么呢？吵得人不能休息。池悠悠眼尖的看见女子怀里有个包，和老太婆儿子放在床尾的一模一样，她干脆的放了手。女人看男人一眼后，捂着怀里的包逃了。小偷在哪？抓住一个！老太太跳出来搅浑水，让那个女小偷跑了。喜胖子，你别血口喷人，什么搅浑水？我又不知道他们是小偷。妈，别吵了，我包不见了，是不是被你拿了？刚取的100块钱全都在里面呢。傻包，我没拿啊。不是喊你看着吗？同志，你的包是不是绿色帆布的？对，是我的包。你的包在那个女小偷手上，你妈亲自放跑的。现在去追，说不定能追回来。快去追！同志，这是你的包吧？快看看里面东西少了没有。妹子，你真是帮了姐大忙了。黎芳包里面不仅装了公款文件，还有他个人的证件介绍信等。钱没了好说，可弄丢文件，耽误肉联厂收购生猪可就麻烦了。检查完包里的东西，黎芳亲热地拉着池悠悠道谢。打今儿起，你就是我亲妹子，管我叫芳姐就行。以后上县城吃穿住行都来找姐，姐罩着你。池悠悠手被他拉着，又摸又捏的，有些不自在。芳姐，你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妹子，你这是怀疑姐的能力。你姐我是县肉联厂采购部的，你姐夫食品厂主任，你干哥在省轧钢厂管事，你干妈是妇联主任，你干爸在革委会也算个小官。你就说姐能不能罩着你吧？黎家扎根南阳县城，家里一省的干部和职工，再往上走走，省城也是有人的。池悠悠没有犹豫，立马握住黎芳的手，甜甜笑开来。姐，芳姐，你是我亲姐，妹妹往后就靠你罩着了。送上门的大腿不抱，我傻吗？黎芳从包里拿出纸笔，刷刷刷写下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一边写一边说：妹子，以后也别有啥顾虑，你干爹干娘还有姐夫的名号随便报，我得赶去曲水县谈收购生猪的事，你日后上县城一定记得来找我。你的脚扭伤了，应该卧床休息，强行走动可能会留下永久性损伤，为了工作伤害自己的身体划不来。黎芳很受用池悠悠的关心，对自己的情况也没瞒着。其实这次收购生猪既是任务也是考核，我中途进医院耽搁了不少时间，一起来的同事不可能原地等我，我办到缺席，生副主任铁定没戏，但还是得尽快赶去养猪场，免得我同事一个人在那出乱子。出发前，黎芳接到消息说有个县出现了几例病猪，她担心她同事为了副主任的位子，疏忽大意了生猪检测，所以才要急着赶过去把关。芳姐，信得过我的话，让我给你扎几针，能缓解70%疼痛。妹子，你还懂医术？我这哪是认了个妹妹，我是捡到了个宝啊！以前跟药房的医生学过一段时间，勉强能治点感冒发烧、跌打损伤。突然得知女儿会医术，林杏花很是惊讶。池悠悠给黎芳进行局部的针灸治疗，缓解她扭伤后的水肿和疼痛，再辅以木系能量，事半功倍。真神了哎，一点都不痛了，就和没扭伤一样。妹子，你真是我的贵人。黎芳走后，池悠悠才想起那张纸条。县食品厂人事科主任杨大，食品厂主任。原主前世记忆中，石兰香后来小伞上位嫁的人就是食品厂主任，应该不会这么巧吧？他只要触碰到药草，脑子里就已经有了关于药草的一切信息。他可不是超能力者，这也不是他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借助了特殊空间的能力。女人身怀木灵空间，从末世重生来到了70年代的华国，在这大家字还不认识几个的年代，他却已自带百科全书。你说你认识草药？我认识，这个叫牛舌，又叫车前草，性味甘寒，具有利水、清热、明目、祛痰的功效。小同志，你再看看这是什么？参筋草，可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用于关节酸痛、屈伸不利。男医生接连问了3、4种药草，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笑意满满。小同志，我是中医科的杜松，也负责医院中草药的收集。杜医生你好，我叫池悠悠，我以后可以拿着药材来这里换钱吗？
池悠悠不卑不亢的自我介绍，嘴角轻轻上扬。他已经看见生财大门缓缓打开，源源不断的大团结正在朝自己招手。桃源村背靠大青山，药材资源丰富，再加上木林空间里的种植土壤，他手上不会有缺草药的时候，只愁销路。果然，下一秒就听到杜松说：“每周一至周五我都会在这里收购草药，那边张贴了价格表，以后你收集到的草药都可以拿过来卖。”得知池悠悠跟县城药房的医生学过，还自学了不少中医书籍，他更是难掩欣赏，忍不住冲着林杏花夸奖：“大姐，你好福气啊，有个好女儿，年纪轻轻就认识这么多草药，记性又好，天生学医的料啊，将来肯定能成大器。”杜医生，我女儿很能干的，你一定要多收点她的草药。回病房的路上，林杏花突然提议：“悠悠，不用再检查了，娘的伤已经不疼了，咱们今天就出院回去吧，早点回去，娘上山帮你采药，你悄悄拿到医院来卖，卖的钱就别给你奶了，你自己藏好。”开天辟地头一回啊，你也敢背着阿奶藏私房了？看来得多把娘带出来见世面，多听多看，反抗意识就觉醒了。你这孩子胡说啥呢？眼看你就要嫁人了，娘手里没钱，你和家里又闹翻了，嫁妆怕是指望不上的。再不想法子攒点钱，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闹不闹翻都是一样的，他们盘算我的彩礼钱，指望给嫁妆，不如做梦。还是让池家人做梦去吧，他们现在才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一穷二白。舒服。等明天拖拉机来镇里，咱们跟着一起回去，正好回去欣赏我的杰作。也到顾征第2次针灸的日子了，帅气大方的能量源可得维护好了。闺女啊，顾征给你的钱可得省着点花，等你们结婚了，马上就要生孩子，那时候花钱的地方才多呢。提到孩子，池悠悠手摸了摸肚子，这里已经住进2个龙凤胎崽崽了。翌日，母女俩收拾好东西，在路边等拖拉机。期间，池悠悠借口溜去了供销社，没让林杏花跟着。池悠悠财大气粗，花出去12块3毛加2斤糖票、8张糕点票，顺来的钱票花起来一点不心疼。池姐，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去找你了。杏花婶担心你出事，一直在原地转圈圈，给我头都转晕了。池悠悠从兜里摸出几颗兔子奶糖抛给李卫民，爽朗一笑：“谢谢你帮我照看我娘。”我也没做啥，就帮忙搭了把手，乡里乡亲的，这不都应该的吗？给你就接着，我刚回桃源村，好多事不懂，村里数你消息灵，以后少不得找你打听呢，到时候别嫌我烦就成。李卫民是村长儿子，又是拖拉机手，有什么新鲜事都能第一批知道。话说到这份上，李卫民也不推辞，包了颗糖塞进嘴里，剩下的揣兜里，打算带回去给侄子侄女们，够他们乐上好几天呢。咋会嫌烦？姐，你以后有啥不懂的都来问我，有时候公社的消息我比我爹还先知道呢。刚才打岔忘了说，池姐，杏花婶，你们家？我们家咋了？是不是我们在医院耽搁久了，他奶冒火了，又去村口骂了？老太太是去村口骂了，不过不是因为您看病的事儿，而是家里遭了贼，几个屋子被偷的啥也不剩，她非说是我池姐偷的，要她赔钱。啥？不可能！卫民呐，你送我们来的公社，你是知道的呀。悠悠一直在医院陪我，根本就没在家，他奶咋能冤枉孩子偷东西呢？林杏花急得差点背过气去，脸色煞白。她无所谓自己名声好坏，但闺女马上就要嫁人了。婶子，你先别急，我爹和周主任又不是傻的，哪能由这老太太乱扣屎盆子？李卫民虽然年纪小，但很靠谱，把村里这2天发生的事全都讲给了母女俩听。池悠悠表面拧着眉做忧愁状，心里却仰天大笑。这小偷把东西全都偷走了，我们一大家子10几口人，以后怎么活？娘，不管有没有小偷，都不影响我们娘俩喝野菜汤。娘是心疼你舅舅送来的那块布，本来是要留给你结婚用的，这下全都便宜小偷了。没事，不就1块布吗？没了就再买，我身上还剩了不少钱。可是你奶他们知道你身上有钱，他们不会罢休的。彩礼钱加要来的医药费，我只带出来了100块，这几天除去花销，只剩20来块钱了。那其余彩礼钱呢？池悠悠拉过他的手，提前按揉穴位。我在屋子的墙上掏了一个洞，彩礼钱都藏在那里面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偷。天煞的小偷，还我闺女彩礼钱来！娘烈，你闺女耳朵要聋了。娘，别哭了，多喝点水。水壶里加了不少灵泉。住院的这几天，娘俩喝的水全部都是稀释过后的灵泉水。林杏花的5脏6腑在灵泉的滋养下慢慢修复，池悠悠皮肤明显细腻白净了，体重也下降了6、7斤。池姐，你别担心，金县调查组下来了，还请了郭二哥一起查。郭二哥在海岛部队的时候是营长，他之前可是侦察兵出身，肯定能把你的彩礼钱要回来。真的谢，不会真被他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吧？算了，不管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二壮媳妇，赶紧回去看看吧，你家被偷光了。顾征正帮着查案，好像已经发现小偷是谁了。走，抓小偷去！干得漂亮，我抓我自己。事实证明，3人成虎，谣言信不得。村民口中的发现小偷，实际上是发现了小偷作案时留下的脚印。经比对，2房窗沿上的脚印是池老大的，老2口屋里凳子上的脚印是池老3的，他们2家的屋子里均没有发现外人的脚印。
因为案子过于离奇，池家人还有围观村民全都隔在外面，院里只有县治安局的同志周巡和顾征。你的意思是，池老大翻窗进来偷了2房，池老三大凳子摸走了老太太藏在房梁上的钱？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谁？凳子上的脚印勉强能解释，可窗沿呢？哪个正常人进兄弟房间走窗户进？他们2个成年男性，又了解家里的财务情况、作案能力、作案时间，这些都能满足，说不定就是兄弟2人监守自盗，合起伙来演戏。那脚印是小偷穿上2人的鞋子故意留下的，他完全有能力掩盖掉自己的痕迹，却偏偏要留下这2枚脚印，是栽赃，更是有意报复。这个肥头大耳的女孩可能是史上最牛掰的小偷，在乱世还被亲切地称之为清洁师，只因她每次打家劫舍时一粒灰尘都不会留下，而这次将池家搬空后，却故意留下了2枚脚印。原本只是一个恶作剧，就是为了让池家人狗咬狗，可顾征却一眼就瞧出了其中端倪，揣测出他栽赃报复的意图。除了受伤一事，老天爷还真是偏爱这个男人，给了他健硕的身体、勾人的皮囊，还给了他敏锐智慧的大脑。可这男人似乎有些克自己啊。前世池悠悠在打家劫舍一途上颇有经验，收刮完东西后都会把痕迹抹掉。这回他还是小看了这个年代的人。老顾，你的胖媳妇回来了，我去打个招呼。好，是小池同志。说真的，他一个人带着婶子上医院治伤，肯定不容易。你瞧他的下巴，都累瘦了。如今池家又遭了贼，多惨啊！你赶紧去关心关心。顾征拄着拐杖上前，垂眸看向池悠悠，语气没什么起伏。你回来了，婶子的伤怎么样了？皮外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但检查出来营养不良、贫血和严重的胃病。他舍不得花钱，闹着要出院，我就带他回来了。没想到家里遭贼，你不生气？池家其他人哭的哭，嚎的嚎，都快指着天骂出个窟窿来了。按照他的泼辣性子，不是应该把小偷祖宗18代都骂个遍吗？怎么如此淡定？池悠悠在心底翻了个白眼，生气。他高兴还来不及。你这质问的语气是什么意思？怀疑我？是，我承认，我之前是做了一些混账事，但那都是被宋文浩蒙蔽的。如今我已经知道错了，以后也会补偿村里人。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连你也不相信我。顾征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却把小姑娘眼睛都惹红了。他从军数年，身边接触到的都是些只流血不流泪的糙老爷们，连跟女同志说话的经验都寥寥无几，更遑论哄人了。你别多心，我只是出于好奇随便问的，没有怀疑你的意思。池家被盗那天晚上，池悠悠远在公社医院，有医生护士给他做不在场证明。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从医院溜回桃源村，那么多东西也没有地方放。你有所不知，早在我娘被打的那天，阿奶大伯娘他们为了翻出我的彩礼钱，我住的屋子就已经被翻了个遍。所以进不进贼都不影响我和我娘喝野菜汤，有什么好生气的？顾征听着他自嘲的话，心里不大好受。谁能想到看似蛮横泼辣的人，回家却过着这样的日子？顾征心情很复杂，但他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对池悠悠产生了怜悯之情。他没忍住提议：我大姐出嫁后，房间一直空着，你要不先搬过来住？提前住进顾家，那不就能借着治病的机会，每天摸小手吸能量了？现在还有什么事比吸能量更重要的吗？没有。死丫头，还有胆回来！顾征心脏骤然一缩，果断弃了拐杖，将池悠悠拉入怀中。因单脚站立失去平衡，他只能抱着她倒下，躲开落下的锄头。那一锄头正对着池悠悠的后脑勺，若是被砸中，当场就会毙命。池悠悠又一次将顾征压在了身下，空间里皆传递出对顾征体内能量的极度渴望。你的腿撞到了吗？还好吗？顾征忍痛，眼底投出一片阴影，声音比平时更低哑。没事，你拉我起来。如今的我只是个保护未婚妻都要摔倒的残废了吗？摔倒了爬不起来，我和废人又有什么区别？顾征，谢谢你救了我，没有你，我这会儿脑袋已经漏风了。不过，就算脑袋漏风，你也得取呀。顾征被他的力气震惊到了，竟然不打盹的就把自己拉了起来。这丫头不但力气大，胆子大，心也大，都被亲爹拿锄头打了，还有心情开玩笑。池悠悠拉住他的手后就没松开，偷偷的不断吸收和输送木系能量。顾征不自在的挣脱那只软乎乎的小胖手，顿了下，又将他往自己身后拉。你们抓我作甚？池悠悠是老子的女儿，她就是个灾星，把贼招来，把全家害到这步田地，老子打她一下咋的了？放开，老子教训女儿，外人管不着。你那是打人吗？锄头照着后脑勺去，那是干人。你胡说啥呢？池悠悠又没血，活蹦乱跳的，咋就成干人了？二叔子也太沉不住气了，要教训臭丫头也得背着人啊，这不是给人烙画饼吗？可也不能让治安把二叔子带走，真扣上罪就变坏分子了，会影响我家金宝的前程的。治安同志，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二弟就是脾气暴了点，悠悠是他亲生女儿，他咋可能会嘎他吗？就是做做样子吓唬他的。对呀，治安同志，乡下都是这样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那锄头离悠悠丫头站的地方还远着呢，打不到人的。
只有池二壮自己清楚，那一刻他是对池悠悠动了杀心的。早知道在18年前他出生的时候，我就该亲手嘎了这个孽种。亲生女儿都下得去手，你还是人吗？搁以前，老子能一枪崩了你。多管闲事，老子的闺女，别说打了，要她命也得给，管得着吗？他在拉开池悠悠的时候就知道这样做会定不了池二壮的罪，可为了定罪，就让池悠悠受伤，他做不到。老周，你把人带回学习班，好好批评教育，等什么时候真心悔改了再放出来。古正，我可是你老丈人，你这么对我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对自己的女儿喊打喊杀，你都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拿锄头吓唬孩子了，真的，我保证。你们别捆我去学习班。这年头学习班都是乐观的说法，实则就是抓去干活改造的，没有10天半个月出不来。任池二壮怎么求饶，还是被公社的人带走了。大家伙儿都去忙吧，小偷很可能还停留在村子附近。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紧锁门窗，谨防被盗。发现可疑人员第一时间报告，我们也会继续加大侦查力度，争取尽快抓住小偷。同志，我要报案，除了盗窃，麻烦你们再帮我登记一个池二壮故意伤人案。悠悠，算了，我和你爹打打闹闹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他毕竟是你爹，闹到治安局多不好。治安同志，我爹他狗改不了吃屎，长达数十年欺负我娘，这分明就是故意伤害。有老村长和周巡作证，在看了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治安同志的表情严肃起来，拿出案件簿登记笔录进行备案，同时对林杏花道：大姐，你女儿说的对，这种暴力已经达到故意伤人的程度了。如果池二壮从学习班回来再冲你动手，一定要来治安局报案，到时候我们是有权利直接把他抓上山的。我男人他应该不会再犯了。林杏花愧对池二壮，愧对池家，这些年已经在努力赎罪了。悠悠是他唯一的孩子，池二壮刚才却想对悠悠下死手。此刻，母亲保护孩子的天性在林杏花心里无限放大，稳稳压过了他对池家的愧疚之情。低垂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如果池二壮被抓进去，是不是就没机会说出当年的事了？你赶紧去邮局给那个地址写信，叫那边寄500不1000块过来。80岁小姐姐张口就是1000块，而小姐姐却只给了大孙子一个日期。大孙子被这个天文数字吓得不轻。什么1000块？仅凭一个日期就想管人要1000块？阿奶，你疯了吧？没成想家里每年都会收到那边寄来的2笔钱，共240块，平均下来每个月20块。除了钱，还有个是票证。你只管照我说的写，如果不肯给钱，你二叔就上京都找他们去。池金宝听得一头雾水。赶紧写信去，还想不想要工作了？要不是您磨蹭，有钱不拿出来，我的工作早定下来了。那阿奶不是想让喜丫头把彩礼钱交出来吗？咋知道家里会遭贼？都怪池悠悠这个冤孽，要不是他霸占彩礼，你的工作早定下来了。若是耽误你进木材厂，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池金宝闻言也对池悠悠这个堂妹生了怨恨，家里丫头片子的彩礼本来就应该给他这个大哥用，堂妹真是太不懂事了。祖孙俩躲在房里嘀咕了半天，池金宝才朝镇上赶去。3000块，3000块啊！这次整整损失了3000块，3000块啊！把池悠悠连肉带骨头卖了都卖不到3000块啊！害家里遭贼不够，还让人把你爹抓走了，我们池家真是倒霉，摊上你这么个灾秧子。老太太，造谣诽谤也是犯法的，治安同志还没走远，要我把他们喊回来吗？还有，二壮书是我让周主任带走的，和池悠悠无关。您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洗残废，要不是有公社主任撑腰，谁怕你呀？顾铮的维护掷地有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男人味，很性感，落在耳朵里叫池悠悠心跳都漏了半拍。突然觉得有这么一个帅气又会维护自己的未婚夫也挺不错的，要是再笨点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累了。家里现在啥都没了，你把彩礼钱拿出来做生活费，不然我们一家人就要饿死了。他哪还有什么彩礼钱呢？都被小偷偷走了。悠悠把彩礼钱都藏在洞里了，全没了。你说啥？彩礼钱也被偷了？池老太搡开林杏花，来到房间盯着墙上的洞，差点气绝过去。这下家里真的分文不剩了。另一边，林杏花坚决不同意池悠悠提前搬到顾家住。还没结婚就住在一块儿，你把我家悠悠当什么了？婶子，你误会了，是住我大姐的房间，不是和我住一起。那也不行，我们家悠悠跟了你本就委屈，村里说他闲话的还少吗？没结婚就搬到你家住，知道内情的会说你有情义，不知道的只会说我们悠悠不懂廉耻，他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说完，林杏花眼眶红红的看向池悠悠。我闺女必须是扯结婚证，摆酒席，清清白白，名正言顺的嫁进你们顾家，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在背后说嘴。也许是受时代的局限性，林杏花对女子的清白名声有一种近乎极端的执拗。好，听您的，反正婚期定在下月，不急这一时片刻。至于吸能量，就只能勤快点多往顾家跑几趟了。
送药、看病、学功夫，总能找到借口。对不起，这件事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林杏花硬气了不过半分钟，听到顾铮道歉后，又怕他生气以后对池悠悠不好，也跟着道歉，然后跑山里挖野菜去了。顾铮从怀里掏出一张大团结递给池悠悠。怎么又给我钱？你这一出手就是大团结，是单纯钱多，还是对我太大方了？彩礼钱不是被偷了吗？家里又什么都没有，这10块你先拿着添置东西，不够再找我。你就不怪我把彩礼钱弄丢了？500块可不是小数目。怪你作甚？谁也不想遇上小偷。那你靠近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顾铮看着那张圆乎乎的脸，突觉周巡说的没错。不过几天时间，他瘦了许多，肤色也白净了。他鬼使神差地向他靠去。彩礼钱没被偷。池悠悠简短说完，很快就拉开距离。顾铮身上的能量源对他的吸引力太大，只要隔得近了，他总是忍不住想贴上去，抱着他吸个够。婶子不是说本来是藏在洞里的，可阿奶他们过来翻箱倒柜之后，我就觉得钱放家里并不安全，去医院前就把钱从洞里取出来随身带着了。说来还多亏了他们先一顿闹腾，不然那大几百就便宜小偷了。池悠悠脸不红心不跳的解释，让一切都合情合理。那500块钱彩礼可是顾铮的伤残抚恤金，用浑身的伤和前途换来的，被偷了未免有些没良心。还好那晚你不在家，不然和小偷对上了怎么办？没被偷的话最好，这10块你也拿着，手头宽裕些。行，你放心，我会好好存着，不会乱花的。顾铮，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你要替我保密哈。池老太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了几斤粗玉米面，是找大队预支的口粮，等到年底再从工分里扣除。娘，加2张嘴呢，这么点咋够吃？你多舀点玉米面啊！恶习鬼投胎啊，就知道吃，10几张嘴就指望这点口粮，和完了都给老娘去啃树皮。我们女人没什么，可不能苦了爷们和小子啊！家里全靠他们挣工分，净吃些稀汤寡水的，爹和大志他们锄头都拿不起了。池老太已经让金宝去寄信了，最多再熬半个月，他们就又有钱票买吃喝了。他完全不考虑拿不到钱的可能性，除非那个人想蹲大牢吃花生米。你们明天都给我回娘家，需要钱要粮，还有衣服铺盖什么的，只要用得上的都拿回来。咱老池家糟了呢，亲家不表示点东西还是人吗？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的，正好趁这个机会回娘家打牙祭，顺便要点东西藏起来慢慢吃，让老三带着几个孩子吃大嫂和二嫂娘家的。赵娟看了一眼不吭声的钱红艳，就知道这个妯娌的肚子里肯定没打什么好算盘，她可不想当冤大头回娘家丢脸，直接祸水东引。二弟妹，你上公社医院剩的钱呢？娘可给了你整整50块，你不会都败光了吧？可缠个纱布也要不了几毛钱啊，怕不是都被你拿回去补贴娘家了？你还是找娘家把那50块钱要回来吧，这可是咱家的救命钱呐！赵娟3言2语便把看病花钱的事抹了个干净，变成一顶补贴娘家50块钱的帽子扣在林杏花头上。我没把钱给娘家。那感情好，省得我们找亲家说到了。二弟妹还不赶紧把钱交给娘？钱在悠悠那，住院床位费很贵，还做了好多检查，开了药，没剩什么钱了。你骗鬼呢！5块钱就够买你一条贱命了，什么药要用掉50块？你就是个扫把星，引来了小偷，把家里给害惨了。去喊池悠悠把钱交出来，50块1分都不能少，少1分你们娘俩一天别想吃饭。娘，悠悠说还剩20来块钱，可彩礼钱被偷完了，她下月就要结婚，这20块是她最后的傍身钱了。不行，当娘的绝不能在这种时候拉闺女的后腿。想清楚后，林杏花紧咬着唇，手用力扒着柱子，脚如同生了钉子似的纹丝不动。池老太顿时鼻孔放大，喷着粗气，吼道：扫把星，还敢不听我的，真是反了你了！一根木棍飞来，重重砸在池老太手上，然后掉落在地。我的手断了。听说有人想找我要钱，是谁？站出来让我看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这肥头大耳的女孩身体里居住着一个恐怖的灵魂。他是我，不对，他是丧尸王见了都害怕的存在，可偏偏有这么一群人接二连三上来送。三婶，我要割了你的舌头！不是我，和我无关，是你阿奶和大伯娘，要打就打他们。池悠悠语调幽怨十足，听在钱红艳耳朵里如同梦中恶鬼来锁魂了。喜道友不喜贫道，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池老太和赵娟。老三媳妇咋胳膊肘往外拐，难不成被池悠悠几棍子打怕了？真够窝囊废的。大伯娘在跟你娘商量呢，看能不能把你手里的钱先拿出来救急，等家里缓过气来再还你。一家人之间，你还怕我们赖账吗？一家人背地里算计，把我卖进深山寨子，再赚一笔彩礼钱的家人吗？
悠悠，你手上还剩多少钱呀？大伯娘也是为了你好，那小偷真是太厉害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守得住钱？还是交给长辈保管吧。还剩2毛4，交给你们保管可以呀，我可是要收利息的，还的时候得还240。呵呵，悠悠丫头，别和大伯娘开玩笑了，240，你不如去抢。是个好主意，等你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吧。他是有病吧？话说回来，那50块钱根本不够我们看医生的，还额外多花了我60-70彩礼钱，你们啥时候还？石悠悠最擅长反咬一口，找他要钱，先问问你自己兜里够不够他坑的。你娘看病，凭啥要我们出钱？就凭他给你们当牛做马10几年，落了一身伤病，还不起也没关系，我直接拿缴费单去找村长划公分。喜丫头你敢，全家就指望用公分换粮食，你要是敢动公分，我就……一听到公分，石老太噔噔噔冲上来，又忌惮他手里的木棍。老太婆我了半天也没有出个1、2、3来，下意识去看赵娟、婆媳俩交换眼神，里面藏着只有他们才懂的恶毒心思。石悠悠眼睛微眯，将婆媳俩的眉眼尽收眼底。悠悠，你在家不？大娘，你咋来了？快进来。大娘就是过来给你送点东西，篮子里装有菜，都是大娘自己种的，吃完了只管来摘，等你们把后院菜地重新拾掇出来，口粮就能续上了。大娘，谢谢你给我们送东西。亲家母，你生了个好女儿啊！林杏花看着竹篮里满当当的东西，早就感动的眼泪汪汪了。这会儿又看到顾大娘对池悠悠的喜爱，心中百感交集。万幸，女儿遇上了个善良心甜的好婆婆。月英，您真是有心了，还专程送东西过来呢，可解了我们的急了。她和方月英同一年嫁来桃源村，没少掐架。方月英还因为性格太直爽吃了不少暗亏，可后来方月英一连生了3个儿子，把她压得喜喜的。所以在知道顾征变成残废被抬回村后，她幸灾乐祸的好几晚没睡。丑话说在前头，这可是我给悠悠和他娘的。大娘烙了饼子，把你打到的野鸡炖了半只，用饭盒装着放在竹篮最下面了。你悄悄拿回屋里和你娘猛吃啊，别留过夜，会酸的。家里剩的还有鸡肉，大娘烧了再给你送。石悠悠心口暖暖的，缺衣少食的年代分肉吃，和末世里分享食物的情谊一样贵重。天色渐暗，顾大娘着急回家了，石悠悠送她出去，听到她念叨：丫头，这些天晚上经常下雨，你们千万别着凉了，不要像小杰一样整感冒了，大半夜发高烧。什么时候的事？烧退了吗？就算夜里下雨，气温也有27、8度，应该不至于着凉感冒吧？就昨晚上顾征那里备的有药，喂他吃了才退烧。我明天过去看看，正好要给顾征针灸。那大娘你小心点看路，别摔着了。哎，你快回去吃吧，饼子和肉趁热吃才香呢。石悠悠目送他的背影，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被自己忽略了，可细想又想不起。翌日一早，石悠悠进了一趟大青山，采了许多用得着的草药。农村的家长就是缺乏安全意识，居然让孩子在岸边追逐打闹，搞不好掉河里了咋办？他想要上前提醒，却被徐小莲拉住了。宋知清，你看前面那个大孩子，好像是池红卫，池悠悠的堂弟。就是他，跟他堂姐一个德行，都爱欺负弱小，行径太恶劣了。徐小莲可跟池悠悠那肥头大耳不同，她是桃源村女知青里最漂亮的，柔柔弱弱，很能勾起男人的保护欲。难得有机会单独说话，要不是这群孩子捣乱，说不定能趁机偷亲一口呢。池红卫欺负小铁蛋，若是叫顾家人看见了，肯定会对池悠悠心生不满吧？所以为什么要阻止呢？我也不想可爱的小铁蛋出事，可意外这种东西谁都阻止不了呀。小莲，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做我对象吧。宋文浩被他勾得心痒痒，把要提醒孩子远离河岸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宋知清，你在胡说什么呀？你不是池悠悠的对象吗？他那么喜欢你，你可不能辜负他呀。从一个女人的口中听到另一个女人很喜欢自己这种话，极大的满足了宋文浩的虚荣心，让他产生了一种被争抢的得意快感。小莲，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池悠悠那种邋遢的肥猪婆，看一眼都觉得恶心，我怎么可能喜欢她？而且她为了区区500块钱彩礼就欺负一个残废瘸子，太不要脸了，我嫌脏。可他要彩礼也是为了给你买东西啊，他对你的这份心真是没得说。要不是他结怨太多，哪会把小偷招进家里？也不知那500块钱还在不在，没钱谁理他？池悠悠在县城的养父母可是双职工呢，听说他养父最近还会升任轧钢厂的副主任。他们把池悠悠喂得那么胖，肯定是很疼爱他的。18年的感情哪能说断就断？他在乡下受苦，养父母那边多少会给点钱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池悠悠还有个有钱的养父母，看来还是得继续吊着他，让他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为自己付出。这没人帮忙干活，没人给钱花的日子实在太煎熬了。既然说喜欢我，那就帮我好好的纠缠池悠悠吧。小铁蛋掉河里了，红卫，你咋把小铁蛋推河里了？不是我，你别瞎说。咋办？要不要去喊大人过来啊？完了，闯祸了，一定不能让大人知道。
还不快走！要是被大人知道我们闯祸了，肯定会骂起我们的。大人问起来，你们就说不知道，听见没有？几个孩子被吓懵了，呆愣愣的点头，然后做贼心虚的跑走了。二妞哭嚎着往家跑，遇到刚才在远处招呼孩子们离开河岸的村民，正是金花婶。金花奶奶，我弟弟掉河里了，你快去救救他！啥？小铁蛋掉河里了？完球了？我也不会游泳啊！金花婶拼命往顾家跑，一边跑一边扯起嗓子喊人去救小铁蛋。此时河岸边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却没有一个会游泳的。宋知青，你快下水救人啊！我不会游泳，会是会一点，可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把自己搭上了怎么办？小孩子哪怕是栽进水缸及浴池也极易溺毙，更何况小铁蛋掉进了这么深的河里。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到8分钟，超过10分钟就算捡回一条命，60%以上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此时时间就是生命。徐小莲用力掐着手心，她倒是会游泳。要下水救人吗？不救，小铁蛋必死无疑。顾家和池家结仇，顾征和池悠悠的婚事肯定会取消。我就是顾家的恩人，顾征会改变主意选择娶我吗？正当他反复纠结衡量时，地面微微颤动，一个雄壮的身影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狂奔至河岸，纵身跃进河里。如果不慎落水又不会游泳的话，记住不要惊慌。如果你做不到，那你的命运将由不得你做主。闭气抬头，双手置于胸前，仰头吸气，保持呼吸，等待救援。夏天来了，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家长陪同孩子玩水，请放下手机融入其中。顾老大家的，快去河边！你家小铁蛋滚河里去了。池悠悠狂奔了2分多钟后，直接朝河里跳了进去，一把将小铁蛋捞上岸。谢天谢地，就上来了。小铁蛋他胸脯没动静了，天老爷不会血了吧？村民们吵吵嚷嚷的聚过来，将小铁蛋围得密不透风。池悠悠急着抢救，怒得大吼一声：“都让开！凶啥凶？我们也是好意啊！”都别吵了，快让开！许知青来了。池悠悠充耳不闻，迅速将小铁蛋呼吸道内的水按出，然后进行心肺复苏。村民看到他不停用手掌按压小铁蛋的胸脯，急得大喊：“哎呦，你咋害人呢？快住手！你这样按会把孩子按坏的。”池悠悠，你别逞能了，还不赶紧让开！徐知青在这呢，他可是赤脚大夫。顾征哥，你可算来了，你快劝劝池悠悠吧，他占着位子，不知道在对小铁蛋做什么。他这样胡来，耽误了治疗时间，可是会出人命的。悠悠这时候没工夫跟他们废话，他谨慎控制着力道给小铁蛋做心外按压，每隔30次就包住他的嘴吹气2次，木系能量也从手掌倾泻而出，进入小铁蛋体内。这又按又亲的，能行吗？别把人耽搁了。还是听许知青的，赶紧送保健站吧。徐小莲见顾征眉头紧锁，脸色黑沉，认为他一定是在压抑怒火，心中不禁窃喜。机会送上门来，绝不能让池悠悠成功救活小铁蛋。顾大娘、顾大嫂，不能由着他胡来了，你们快抱上小铁蛋，跟我去保健站，那里有药，再晚就来不及了。顾大嫂六神无主，一听到徐小莲的话，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伸手就要把小铁蛋抱走。别动他！大嫂，铁蛋是池悠悠从河里捞起来的，你让他救人。池悠悠学过医，你们相信他。小孩落水救起后，必须马上抢救，当场醒不过来的话，送去保健站也是徒劳。池悠悠救人的方法很先进，顾征曾见过别国的医疗兵使用这种方法救治伤员，效果很好。他为什么会懂国外的医疗技术？难道他真的和迪克有关？顾征哥，你会不会是被他骗了呀？我听说他在县里念书时成绩很差，怎么可能懂医呢？我当上赤脚医生可是去公社培训了1个月，通过考试才拿到行医证书的，不是谁都能当医生的，闹出人命你负得起责吗？还是快些把孩子交给我吧。给老娘闭嘴！姓徐的，你再敢唠唠叨叨挑拨是非，我立马把你扔进河里喂鱼。谁让你打徐知青的？哎呦，我的肚子！当兵的殴打下乡知青，我要去公社告你。醒了，小铁蛋醒过来了。悠悠丫头没骗人，她真的懂医，把人救活了，真是太厉害了。我的儿啊，你吓醒娘了！小屁孩真他娘的难救，明明那么小一只，却比他二叔还难救。为了不让他大脑受损变成植物人，他抽光了空间内2/3的木系能量，100米冲刺加跳水游泳加心肺复苏加抽空能量加和白莲花干甲，1秒不带停的。知道这对一个190斤的胖姑娘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累死她了，差点没当场猝死。我拉你起来。池悠悠视线顺着他的手掌往上，眉眼一如既往的冷淡凌厉，没有半点笑意。这男人什么情况？冷着脸沉着眉，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抓捕阶级敌人。你怎么了？之前牵手他都不避讳的，难道是因为不想被宋文浩看见？宋文浩刚才都要为了徐知青打他，他还喜欢他？没怎么，累了，歇会儿，暂时不想起来。河岸风大，会吹感冒的，回去休息。
我不冷，你别管我了，赶紧去看看小铁蛋吧。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悠悠啊，今天多亏有你在，不然小铁蛋就……你是我们顾家的大恩人，大娘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娘，回去再说。一回到顾家，顾铮就拄着拐杖进到厨房，生火煮了一锅红糖姜水，小铁蛋一碗，池悠悠一海碗。池悠悠捧着红糖姜汤，无语凝噎。这是盆吧？比我脸盘还大。你们都落了水，这姜汤必须喝完。二婶，谢谢你救了我，要是没有二婶，小铁蛋就再也见不到阿爷阿奶、爹娘姐姐、二叔三叔和小姑了。小铁蛋醒来时身体非常舒服，对池悠悠的喜爱和依赖越发浓烈，仰着小脑袋用如沐亲近的眼神看着他。不用谢，二婶之前抢过你和二妞的糖，就你是应该的。二婶，你不是坏蛋哦，你是好蛋。坏人，二婶是坏人，铁蛋就是被他弟弟追进河里的。堂姐，救我！顾杰在外听到村民说小铁蛋落水后，便往家里赶。路上看到捂着脸哭哭啼啼的徐小莲，他说他亲眼看见池红卫在河岸边欺负小铁蛋，最后将人推进河里逃跑了。顾杰气红了眼，扭头就跑去池家抓人，将心虚躲在家里的池红卫揪了过来。池家人没护住池红卫，骂骂咧咧的跟在顾杰屁股后头。堂姐，他欺负我，你快帮我揍他！呵呵，我欺负你，我恨不得把你丢进河里淹死，给我家小铁蛋出口恶气。小杰，好好说话，到底咋回事？把事情讲清楚，别让外人看了笑话。这个臭小子抢了小铁蛋的东西，还被他推进了河里。他闯了祸，不去喊大人来救，反倒自己跑了。要不是后头来人救得快，小铁蛋就被他害死了。原来不是意外啊！红卫那小子心眼咋那么坏？这都闹的什么事？悠悠丫头马上就要和顾铮结婚了，这下两家这亲家还结得成吗？口说无凭，谁看见我家红卫推人了？你不是说有其他孩子吗？人呢？你咋不把他们都抓来？池红卫是钱红艳的小儿子，家里最小的孩子，池老头、池老太的宝贝金孙，不仅在家里称王称霸，在外面也是横行霸道，到处惹是生非。你胡咧咧啥？我家红卫乖得很，怎么会欺负小铁蛋？肯定是他年纪小，走不稳路，自己掉河里的。你放屁！小莲姐亲眼看见，就是池红卫推的。众村民的目光又转向默默藏在人群里的徐小莲，徐小莲被迫站了出来，半边脸还红肿着，柔柔弱弱道：我当时碰巧路过河岸，看见红卫抢了小铁蛋的东西，还故意捉弄他。孩子们在河岸追逐很是危险，我正要过去提醒，小铁蛋就被推进河里了。都怪我当时隔得太远，没来得及提醒。洗绿茶，敢冤枉我宝贝孙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顾铮哥，救我！这个女孩太可怕了，表面上一副青春洋溢的样子，但内心却比龙虎山的猴子还要坏。为了博取男人的好感和怜爱，不惜牺牲孩童性命。顾铮哥，救我！有了今天这场闹剧，顾铮和池悠悠的婚事岌岌可危。我为了帮小铁蛋讨回公道而被池老太打，定能博取顾铮的好感和怜爱。徐小莲精心设计的那楚楚动人的微笑，就那样扎扎实实接了池老太一巴掌。老太太，你怎么能打人呢？徐知青，你没事吧？宋知青，谢谢你，我没事。宋文浩的保护欲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彻底激发了，挡在前面和池老太掰扯，而徐小莲却捂着又红又肿的脸，眼泛泪花，幽怨地望向顾铮。你怎么把人推回去了？不然呢？推你怀里。徐知青站出来作证，顾家记他的情，回头让娘准备点东西给他送去吧。随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为何不过短短几天，顾铮对池悠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就是徐小莲和顾杰和起火来冤枉我的宝贝孙子。老太太，您就别狡辩了。当时我和徐知青就在河岸大树后说话，亲眼看到你孙子池红卫推了小铁蛋。孤男寡女相约河岸大树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猪脑，我一再叮嘱过，不能说他也在场的。钱红艳见局面不对，立马抱住儿子开始哭。红卫还只是个孩子啊，他懂什么？他还被小铁蛋咬了一口。大家来看啊，牙印还在呢。小铁蛋只是掉进河里洗了个澡，现在不是屁事儿都没有。说起来，小铁蛋还是悠悠丫头救起来的，你们顾家还得感谢我们池家呢。哼，你堂弟差点害死小铁蛋，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想帮他求情？我告诉你，没门。证人证言有了，凶手也找到了，你不赶紧去请村长喊民兵过来抓人，冲我乱吠有屁用？小铁蛋没事，那是他命大。就算池红卫是失手推了小铁蛋，可他在闯祸后明知道会淹死人，不求就反逃跑，这种心思歹毒的孩子不送去治安局教育改造，留在村里过年，村里有多少孩子，够不够他一天推一个的？丧良心的东西！悠悠，红卫可是你亲堂弟呀，你娘生不出儿子，将来红卫可是要过继到二房，给你当亲弟弟的呀。还没嫁出门就忘了根，可你娘还在池家，将来指望我们红卫养老送终，你就不为他考虑考虑？你个赔钱货，向着外人说话！
我要让二爸狠狠收拾你。没教养的东西！贱丫头打人，阿奶你快点打死他，帮我报仇，打死他就没人抓我去治安局了。冤孽啊！对自家弟弟下这么狠的手，你为什么不喜在外面做甚回我们池家认亲啊？等着吧，老大媳妇已经去冯家寨了，等绑去了冯家寨，看这喜丫头还怎么狂。如池悠悠所料，这个年代对孩童犯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处措施，最后由老村长做主调解，让池家人给顾家人赔礼道歉。红卫这孩子做错了事，对不起小铁蛋，他年纪小不懂，你们当家长的还不懂吗？回去好好教育娃娃，下回千万不要再犯了。池红卫知道了，他年纪小，就算欺负人也不会受惩罚，下次还敢。小铁蛋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一幕落在池悠悠眼里。等等，我们都道歉了，你个喜丫头还想干嘛？村长叔，这差点就是一条人命，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就接过去，恐怕不妥。乡亲们都会提心吊胆，担心哪天自家孩子也被推进河里的。我赞同他说的，小铁蛋太可怜了，被救上来的时候肚子胀鼓鼓的全是水，胸脯也没了动静，差点就没了。老村长，求你给我家小铁蛋主持公道。悠悠丫头，那你说这事该咋整？我堂弟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我们池家深感羞愧，愿意拿出30斤细粮给小铁蛋以表歉意。喜丫头，你给我闭嘴！家里都被贼偷光了，哪儿来的粮食？还细粮？你不如把我的命拿走。小铁蛋伤了身体，30斤细粮也只够给他补2个月的，不过分吧？可你们家的情况不是有公分吗？你让会计记着，分粮的时候换成30斤细粮给顾家。行，就这么定了，大家伙都散了吧，赶紧回去上工去。老村长，家里没公分了。池悠悠现在是小铁蛋的救命恩人，那就等同于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没有帮池红卫说话，反而站在顾家这边帮忙讨公道。这样看来，他人其实还挺不错的。人群散去，顾杰手臂上的伤口隐隐作痛，头也昏沉沉的，好像又发烧了，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暗骂自己的身体真不争气。你个倒霉孩子，叫你手贱推别人，30斤细粮没了。娘，该挨打的人是池悠悠，家里本来就没吃的了，他还胳膊肘往外拐，给出去30斤细粮，这不是想害死咱们吗？他就是个坏种，当时真不该把他认回来，还是前头的巧玲听话懂事。孟巧玲就是那个和池悠悠一起被抱错的孩子，在池家养了18年，3岁半起就开始干活，和林杏花一样没有怨言的当牛做马，随便给点野菜窝头就养活了。在池老头心目中，这样的才叫好孙女。池悠悠是一个大隐患，必须尽快送走。若让他继续待在池家，待在桃源村，难保不会把当年的事捅破，那就真的麻烦了。还好，伤口没有出血，这眼瞧着就要结痂了。要是伤口裂了，我非得让我堂弟也见血不可。你是个女孩子，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让别人见血这种话，怎么会挂在一个才满18岁的女孩子嘴边？顾铮那股疑虑又浮上心头，眼眸暗沉了几分，打量的看向池悠悠。这个男人要不要这么警觉？我不过就随口说了一句话而已，和他待在一起，总感觉自己像个被监视的特务。像池红卫这样的品性，普通的教育引导已经没用了，只有让他同等的感受到疼痛，才会长记性。我收拾他，总好过别人用更激烈的手段教训他来得好。池悠悠说完，金针已经全部刺入穴位。他在床边的椅子坐下，手自然而然地抓住了顾铮的手。这小手一摸，岂不就是20分钟？这丫头不是说要把这脉随时调整针灸的吗？怎么就没动静了？摸的也不是手腕，而是手掌。池悠悠收拾好针包，洗了手就进厨房帮顾大娘做饭了。她看了看竹筐里的菜，挑了些出来，快手炒了一大盘醋溜土豆丝，一盆莲藕杂汤和一大碟青菜。娘，村里那些闲话都是骗人的。悠悠这么好个姑娘能嫁来咱们家，我真是替二弟高兴。谁说不是呢？咱们老二啊，捡着宝了。瞧着悠悠丫头这2天都瘦了，肯定是池家那边又整幺蛾子了。得多煮点米饭让她吃饱，还要备一份给亲家母。老婆子，铁蛋咋样？没事吧？顾府，顾老大和顾小妹上工的地方有些远，回来路上才听村民说起小铁蛋落水的事，担心不已，几乎是小跑着赶回家。没事，多亏了悠悠丫头，要不是她跳进河里把铁蛋捞起来，又给做急救，你们回来怕是见不到孩子了。顾母把上午发生的事完完整整的告诉了他们，尤其是池悠悠河岸救人那段，被他说得惊心动魄，把顾老大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子吓得不轻。还有顾姐，你以后给我离徐知清远点。为啥？人家也帮了咱。老婆子咋突然发这么大脾气？有话好好说。和桃源村大部分人家不同，顾家当家做主，地位最高的人是顾母，其次才是顾父。顾母看向紧抿嘴唇、犟着脖子不服的小儿子，语出惊人道：“徐知清他是会游泳的。”
男孩意外掉入河里，女人却在岸边乐开了花。她明明能够下水搭救男孩，却眼睁睁看着男孩泡在河里，直至他人赶来将男孩救起。原来女人有800个心眼，但就是缺心眼。小莲姐会游泳，那她为什么？为什么不救小铁蛋吗？宋知清说他和徐知清在河岸大树后说话，早就看到池红卫欺负小铁蛋，只可惜没来得及阻止。然后小铁蛋落水，那不就代表他们是最早看到小铁蛋落水的？徐知清明明会游泳，却眼睁睁看着小铁蛋泡在河里，等悠悠把小铁蛋救活了，才跳出来指证池红卫，他安的什么心？下河洗澡不一定就会游泳啊，娘，你是不是误会小莲姐了？就算他会游泳没下水，咱也怨不着人家，可他为什么不喊其他人帮忙？可他平时对二妞和小铁蛋也挺好的，村里人都很喜欢他，咋会是坏的呢？他还喜欢二哥呢，怎么会对小铁蛋见死不救？一定是误会。我可没说他是坏的，我只是觉着他品性有问题，能少来往就少来往。不知是不是受徐小莲的影响，顾姐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头晕乏力，心悸难安，受伤的那条手臂不知怎地抽筋了，缓了好一会儿才好。你是不是又发烧了？找悠悠给你看下。我找赤脚医生去。这孩子倔驴一头，也不知像了谁。不知道哟，反正不像我。顾姐手上的伤还没好吗？伤口感染发炎也会引起低烧，我看她状态不像是感冒。上次你针灸完留下的药，小杰拿去抹了，说是效果很好，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那要是他按照空间药颅古籍中记载的断续膏方子进行调配，对愈合外伤很有效果，但也仅只限于促进伤口愈合，其他的治不了。小杰还夸你医术了得。什么时候你们当兵的也兴说谎了？在顾杰心目中，我就是个泼皮无赖，是村里最差劲的女子，她怎么可能夸我？不算说谎，池悠悠，我认为你在医术方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同志。我的伤口得以快速愈合，多亏了你的针灸和药，还有小铁蛋。我看你在河岸用的方法很有效，也是跟县城药房学的吗？老中医学识渊博，我跟他学了不少急救法子。是吗？这方法挺特别的，我倒是没在县城见人使过。你说的那位老中医姓什么？我让周巡带着公社同志去学习学习。你这话什么意思？还问老中医的名字？怎么怀疑我撒谎？想让周主任实地调查一番？只是随口问问。那位老中医有祖训，说我不能相告。他教我是偷偷摸摸教的，扔一大摞医书让我自学，时不时过来指点一二。救小铁蛋的法子就是从《金匮要略》里学来的，叫就自缢洗方。就自缢洗方，古时候就有这种急救法子。二叔，你们在生小宝宝吗？别乱说，一边玩去。我们那几次都在里面，会不会已经有了？不知道，时间太短了。时间太短了，时间短。我可以解释，但你必须先告诉我是谁说的我会游泳，那关系到我的名声。是金花婶，她说看到过你在河里洗澡。金花婶真是多管闲事，给我添了个大麻烦。还好是金花婶看见的，要是被那些混混流氓瞧了去，我都不想活了。我是会水，可水性并不好，只能勉强游1-2米。当时我看到小铁蛋落水，急得手软脚软，别说下水救人了，连站都站不稳。小莲姐，你别急，我就是问一下，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本想跳进河里救人的，却被宋知清拦住了。他说我下去不仅救不了人，自己也会被淹死，到时候反而耽误了小铁蛋。好在老天保佑小铁蛋没出事，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我就知道是金花婶和娘误会小莲姐了，她自己水性也不好，怎么能强求她下水救人呢？你放心，等回去我一定要跟我娘还有二哥好好解释，不会让他们再继续误会你。破坏顾铮和池悠悠的婚事并不难，可若是给顾母和顾铮留下坏印象，产生了隔阂，就真的麻烦了。不怪我，都怪我。要是我水性再好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就好了。这事和你没关系，推人的是池红卫，要怪也是怪他。谁叫池红卫是池悠悠的堂弟呢？池悠悠嘴上说要报治安，不过就是吓唬而已。她马上就要嫁给你二哥，总不能为这事把亲家关系搞僵了。只是可怜小铁蛋，差点就没命了。池悠悠没护着池红卫，还教训了他，那一巴掌可是实打实的，还帮小铁蛋要来了30斤细粮。对于池悠悠，顾杰现在更多的是感激，再无法像以前那般肆无忌惮的诋毁攻击了。徐小莲察觉到他态度的变化，心头一紧。池悠悠还真是踩了狗屎运呐，居然连最厌恶他的顾杰也开始改观了。小杰，我看顾铮哥对他的态度也亲近了不少，是原谅池悠悠给他下药的事了吗？下药什么意思？没什么，你听错了。小莲姐，你快告诉我。就是那种药啊，给猪配种用的，用了后欺负顾铮哥，威胁顾铮哥出高价彩礼娶她，不然就告他耍流氓。流氓罪可是要吃花生米的，我也是才从池兰香那里得知的，知道的时候吓了一跳。池悠悠他无耻，怪不得二哥说什么也要娶池悠悠，原来是他使了这么下作的手段。可为什么顾铮哥还对他那么好？他会中医和针灸，说是能治好我二哥的腿。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懂医，可顾铮的腿连首都的医生都治不好，就凭他一个小村姑也敢说这样的大话，真是不怕闪了腰。
以前是我们看走眼了，池悠悠真的有2下子，随手倒的药还挺管用，我的伤都快好了。就是我前几天贪凉了，有些发烧、头晕，身上抽筋痛得很。我二哥那儿的药吃了没用，你再给我开点其他药吧。算算时间，若是感染破伤风，早期症状和顾杰描述的一模一样。小杰，你这个吃药恐怕没用了，我给你打1针吧。徐小莲余光瞄到顾杰手上的草药壶，伸进药箱的手顿了顿，他犹豫几秒，取了最里面的一小瓶药。待顾杰离开，他打开记录簿，低头写着什么。徐志清，有瓶破伤风药过期了，你不会糊里糊涂的给社员用了吧？胡叔，您说的是打了记号的那支吧？早在前几天就处理掉了。那就好，还是你们年轻人办事妥的，不像我记性越来越差了。过期的破伤风针打了治不好病，还会产生不良作用，该早点处理掉的。咦，顾杰今天也来打过破伤风针，他咋的了？被镰刀割伤手，我怕他感染破伤风，就给他打了1针。这个日期是对的，破伤风发作起来凶得很，几天人就没了，但及时打针就不怕了。本来伤口都要好了的，可顾杰听说池悠悠懂医，抹了他弄的草药糊糊，也不知道里面掺了些什么，直接导致发烧了。池悠悠懂医，那村里每个人都能当赤脚医生了。一个连杂草和草药都分不清的人，还敢给人治病，这不瞎胡闹吗？如果闹出了什么事，他可是要负责的。女孩只是瞄了一眼男孩手上涂的药草，就决定将男孩送往西天。此时男孩却差点笑出了声，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女孩就是天使，所有的不好原来都只是误会，而真正的坏女人就在眼前。娘，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找个人。悠悠，你别，那边是知青宿舍，悠悠怎么还和宋知青纠缠不清呢？他现在已经跟顾征定亲了呀，若是被顾家人知道了。杏花婶，刚刚路过，您怎么一个人在这？是在等人吗？没等人，就我一个。是吗？我明明亲眼看到池悠悠往知青宿舍去了，如果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杏花婶至于慌成这样吗？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这肥婆来我们知青店做什么？肯定是来找宋知青的呗。都和顾征定亲了，还纠缠别的男人，真是不要脸。池悠悠追不到人，就故意抹黑宋知青偷东西，连带着咱们知青点的名声都被搞臭了。我找宋文浩，麻烦叫他出来一下。你又来找我做什么？彩礼钱被偷，记起我的好了吧？看在你养父母有钱的份上，看我怎么拿捏你。我都说过了，我不喜欢你，你能不能别洗皮烂脸缠着我？你听到没有？知青点不欢迎你，赶紧走。丁丽娜是新分到桃源村的女知青，一来就喜欢上了温柔俊秀的宋文浩，对方待她也态度暧昧，两人都进展到牵手这一步了。姓宋的，还钱！你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玩意儿，欠钱不还，还敢说债主洗皮赖脸？我没听错吧？宋知青居然欠池悠悠钱不还？这么说，他之前给宋知青的钱票其实是借的，我是白送的。大家都来看看啊，这是宋文浩亲笔写的欠条，按了手印，一共欠我37块8毛5分，2张50尺布票，8张1市金粮票，1张肥皂票和3张点心票。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行了，就在这里。悠悠，这就是你的新手段吗？骗我写下欠条，又当众要钱，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恭喜你，你成功了。说吧，想干什么？想我给你念诗，还是陪你干活？只要你把欠条还给我，亲嘴儿也行。亲你大爷的！你发什么疯？既然好说好话你不听，我就只有拿着欠条去找大队长主持公道了。听说你们知青最近在竞争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一个欠钱不还的老赖，怕是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吧？我还，我的票都花光了，能不能？不能，就现在，我不管你是去求去借，总之1张票都不能少。文浩哥，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欠大块头那么多钱？其实那欠条是池悠悠伪造的，他们家遭了贼，缺钱用，就想出这个法子找我要钱。什么？他怎么这么坏？我要去告诉大队长。娜，算了，他也不容易，就当做好事了。这件事别往外说。文浩哥，你人真好，这票给你，不用还了。那我们晚上老地方见。丁丽娜走出知青点，刚好撞见探头探脑的顾姐，她心中不忿，冷嘲热讽道：大了腿的穷鬼就不要结婚了吗？自己的未婚妻管不住，养不起，居然让他伸手找别的男人要钱花，真是都喜人了。丁知青，你说谁呢？嘴巴放干净点。池悠悠怎么样我不管，但绝对不允许有人说二哥坏话。你凶什么凶？谁对号入座就是说谁了。农村的乡巴佬，还不如去问问你未来二嫂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可恶的池悠悠竟然又背着我二哥找宋知青，到底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宋知青才会给他钱花？绝不能让他祸害二哥，一定要找出池悠悠偷吃的证据。悠悠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宋知青了？娘，您又胡思乱想，我找宋文浩是为了要债，那咱娘俩有钱花了。咋这么多钱？快藏起来，别让你阿奶他们看见。放心，他们这会儿还在地里干活呢，看不到。
林杏花听他说了要钱经过，像卸下了千斤重的负担，长舒了口气。母女俩说说笑笑，约莫走了1刻钟，来到了大青山。今日的目标是不踩对的，只踩贵的。池悠悠放出一缕木系能量进行感知，跟随指引，走走停停挖挖，他的小背篓很快就装满了各种草药、蜂蜜，甚至还有人参。让你去找招娣办的事怎么样了？那边怎么说？愿意给多少彩礼？只肯给100，人家过去，以后是生是喜我们都不管。你没和他们说？说了，咋没说？老癫子倒是乐意，他那个独眼弟弟又凶又精，压价压得很，人渣可真够抠的。要我说可以了，100个彩礼就算放城头也不低了，要不咱们就同意了吧？你今天怎么帮着外人说话？是不是背着我收他们好处了？娘，天地良心，我和您可是一头的。二弟已经压不住那个喜丫头了，就算我们全家人一起上，也打不过。您看看我的手，都快被他敲断了。冯屠夫家收拾媳妇很有一套，人只要嫁过去了，别想逃出来，就算喜都得烂在冯家寨。娘，赶紧定下来吧，再拖下去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儿呢。行，100就100，你去回个信儿，婚事我们同意了，彩礼钱拿来，人随时可以带走，不过得让冯家自己过来绑人，咱们可奈何不了那个冤孽。池悠悠不是已经定给顾征了吗？阿奶和娘居然想背着顾家把她嫁给别人，这样一来，岂不是又能赚份彩礼？那我娶媳妇的钱不就有了吗？夜半，顾杰手臂肌肉突然痉挛抽搐，直接将他从睡梦中痛醒。他使劲揉了揉胳膊放松，感觉到浑身发热，头痛乏力。小莲姐不是说打1针就好了吗？咋还是这么难受？娘，顾征上县医院复查，我跟着去，顺便买点结婚用的东西。在我回来之前，你就在外婆家好生待着。这些米糕点是卖草药的钱买的，你也别舍不得。一到屋就把东西拿出来，任2个舅妈有再多不满，也会变成笑脸。林杏花是林家长女，带大2个弟弟。原主怀孕时还收到过2个舅舅送来的婴儿床和百家被。后来林杏花突然病重身亡，他们找池家人讨公道，却被池兰香的对象找人抓进公安局，判了3年牢。有池家做对比，越发凸显林家人的情谊，这样的亲人才是值得维系的。林杏花又感动又羞愧，把给她的5块零花钱又塞了回去。娘都听你的，这些东西进够了，穷家富路，你多带点钱，多给自己添几套衣服，都是大姑娘了，也要学着打扮打扮自己。樊政委，我是顾征。你个臭小子，还知道打电话回来？政委，我打电话是有件事想拜托您。娘，池悠悠去哪儿了？他说去找一个熟人，叫我们先去医院，别等他。顾征眼眸微暗，下意识想到了教池悠悠学医的老中医。整个县城只有3家药房，左右不过10几人，查起来并不困难。他前18年的档案很干净，很普通，可他本人所展露出来的一些能力，就不像一个小城姑娘该有的。行了，没人跟来，而且母老虎不是出差去了，还没回来吗？有啥好怕的？这个男人是县城吴彦祖，此时正在为官宣恋情走前期流程。然而角落里，另一个吴彦祖正窥视着一切。哼，你是吴彦祖，那我是谁？那谁都官宣了，你呢？什么时候娶我？这母老虎的流程还没走完呢，得一步一步来。反正母老虎不在家，那你今晚就别回去了。今天不行，昨晚借口工作没回去，那2个老不死的已经有点怀疑了。好了好了，你就是想榨干我，我们搞快点。2人迫不及待地搂在一块进了院子。2人私会的小院选址偏僻，周围没有几户人家。就在他考虑是走10分钟路去治安局报案耍流氓，还是整出点动静引人过来抓现场时，院内响起一声长叹，战斗结束了。不是吧大哥，你说搞快点，但这也太快了点吧，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喊人来不需要时间的吗？很快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低声说了句什么就走了。池悠悠望了望天色，无奈作罢。不过摸清了2人私会的地点，总有机会被他带到的。你是这床病人的家属吧？刚刚来护士说什么人快不行了，你快点去抢救室吧。抢救室？怎么可能？2次针灸下来，炸弹碎片被吸收掉了1块，伤势已经被稳定住了。难道是能量源暴动了吗？谢谢大爷。还好顾征没事。那送进抢救室的人是谁？医生，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只是感冒发烧，咋会要人命呢？哎，大娘您快起来，您儿子得的不是感冒，而是破伤风。是他乱用药害了顾杰，你闯了这么大的祸，还有脸来医院？徐知青，这事和我池姐有啥关系？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啊！真是多管闲事，差点就能还他一巴掌了。顾杰手上的伤本来都快好了，就是抹了池悠悠倒的草药才严重的。我亲自给顾杰打的破伤风针，保健站的胡叔也可以作证。他连小麦和水稻都分不清，哪会认识什么草药？胡乱糊糊就给人用，把顾杰害惨了。你这个小同志简直胡闹！年纪轻轻学什么不好？学人乱看病？你念过书吗？有行医资格吗？
接连而到的指责让池悠悠一瞬间变成了众矢之的。顾父隔着人看了眼池悠悠，没有说话，可眼里多少是有责怪和疏离的。顾母红肿的双眼闪烁了下，犹豫半晌才强忍哽咽道：医生，是不是弄错了？悠悠他跟老中医学过的，我家顾征腿上的伤就是他给治好的，那伤比小杰的严重多了，怎么会是他？嘿，我说你这个当娘的自己儿子都快死了，咋还护着外人？不明药草本身有毒或者不干净，是会导致伤口被细菌感染，恶化成破伤风的。听完他的话，顾母呼吸一滞，他惶然又痛苦地望向池悠悠，动了动嘴，什么话也说不出了。徐小莲将顾父顾母的表情尽数收进眼底，很是满意。你们大对这位徐知青这么负责，清创打针一个都没落下，人出事了还陪着一起送来医院，也不知你们怎么想的，要去相信一个胡搞乱搞的。不是靠医术讨好笼络顾家人吗？那就让你在这上面狠狠栽一个跟头，永远也爬不起来，牺牲顾杰也算是值得了。徐知青，你是什么时候给小杰打的针？顾征哥，你问这个做什么？他几个意思？连医生都下定论了，他怎么不去指责害人的池悠悠？什么时候？就昨天下午啊，一支破伤风针要好几块钱，之前他舍不得打，昨天下午他却突然跑来保健室跟我说他涂了池悠悠的药后头晕发烧，我担心的不得了，最后强按着他打了针，只可惜已经晚了。男医生皱了皱眉，按理说先抹草药感染了破伤风，后打针是可以防止感染细菌的呀，为什么会没有用呢？他心中疑惑，可小姑娘那么可怜柔弱的看着自己，他还是决定帮忙说句公道话。打针时间没问题，别说昨天打了，今天打也不算晚。这种时候他不想着怎么救人，反而跑出来和家属理论责任在谁。遇上这种医生和遇上阎王爷座下的勾魂鬼差有什么分别？你跟何医生认识，让他来给顾杰打针，再开放药房和熬药的地方给我。胡闹！池悠悠、顾婶和顾叔已经够伤心的了，你就别自作主张了行吗？王志，你把医院当什么地方了？菜市场还是电影院？上班时间不回门诊待着，在走廊和病人家属侃大山。原来这个叫王志的男医生并非顾杰的主治医生，而是跟着他们主任进抢救室观摩学习的。孙主任，这不病人家属缠着我问情况吗？我这就回门诊去。孙主任，请您再给他打一针破伤风针，刚才已经打过1针了。那小杰是不是没事了？老同志，这个我不能给你准确回复。破伤风一般潜伏期越短，病情就越重，愈后也越差。先让孩子在病房里观察着吧，一旦出现症状，立马进行干预。小杰，娘对不起你，你病得那么严重，娘还打了你，都是娘的错。要是多问一嘴，早点来医院就好了，都是娘的错呀。娘，不怪你。这是脚弓反张，快按住他。强烈的肌肉痉挛可使肌断裂，甚至发生骨折，窒息的后果。池悠悠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手从口袋里掏出金针。他一眼就识别出脚弓反张的症状，并迅速做出应对，而且还随身携带着银针。小姑娘，你会针灸？我现在要用银针刺血，给他缓解痉挛抽搐。孙主任，这位同志不是我们医院的，让他插手治疗，这不合规矩。规矩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出了什么事情我负责。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兴许他真的会带来奇迹。你们家属是什么想法？池悠悠怎么那么自信？要是真让他把人救活了怎么办？顾叔顾婶，你们快拦着点啦！小杰情况危急，哪里还经得起他瞎胡闹？要治病也应该让孙医生来啊，人家可是科室主任。悠悠丫头，还是把小杰交给医生吧，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孙主任，我代表家属表示同意让他治疗，造成的后果我们自己承担。顾正，那可是你亲弟弟，一个弄不好就要丢命的，你怎么能轻信一个才认识不过几天的人？我相信他，破伤风针已经不打，该上的药也上了，医生的治疗方案就是观察等待，尽人事听天命。那为什么不选择相信池悠悠？除了注射药物安定，医院目前还没有制止破伤风病人痉挛抽搐的好办法，只能几人合力将病人按在床上，避免他折断骨头、咬伤舌头。没想到他居然还愿意相信自己。定了定心神，悠悠用银针快而稳地刺入风池、风府、大椎、阳陵泉等穴位，木系能量不再四广撒网的无头苍蝇，而是准确迅速地抵达了被痉挛毒素损伤的各部位神经。你们快看，推车上的人没再抽抽了！天哪，这针灸术也太神奇了，才刚扎下去就起效果了。胖姑娘瞧着年纪轻轻的，下针的动作却比老医生还准还快，她肯定是哪个中医世家出来的吧？真想请他给我扎几针啊！我腰痛的睡不着觉。人群中有个手提公文包、怀抱一大堆药物的年轻男人，眼神亮了几分。他仔细记住池悠悠的身影后，脚步匆匆地出了医院。真的要谢谢这女孩，让我见识了白莲花的真面目。每次看到女孩那股做作的劲，我就觉得她无非是大嘴巴子扇得轻了。大家是不是想差了呀？我在公社也培训过针灸，怎么不知道针灸还能治破伤风？要是随便扎几针病就能好，还要这偌大的医院做什么？
顾叔、顾征哥，我看还是得感谢孙主任给小杰补打了一针破伤风针，药物起作用了，病自然就好了。徐志清，你不知道针灸可以治破伤风，难道是件值得骄傲炫耀的事吗？可惜了，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只能证明你的无知。你竟然真的好转了。孙主任，我小儿子真的没事了吗？你可以放心，你儿子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只是病灶未除，后面还需要再做几次治疗。多亏了小同志的针灸，你们可得好好感谢人家。悠悠丫头，谢谢你救了小杰，刚才是叔不好，不该说那些话，叔跟你道歉，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顾府并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只是不相信他罢了。他礼貌地冲顾父笑笑。叔，小杰是顾征的弟弟，以后就是我小叔子，我救他是应该的吗？而且我这人心大，从来不记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委屈了吗？还是哪里不舒服？没事，有些事还需要徐志清解释一下。公社最近在普及防治破伤风，而你为什么在明知顾杰是被生锈镰刀割伤的情况下，还给他用绷带包扎的又紧又厚？炎热的天气，密不透风的绷带，简直就是厌氧菌的绝佳培养皿。这究竟是徐小莲故意而为，还是能力欠缺导致的意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杰受了伤，还要继续干农活，伤口不包扎，感染发炎了怎么办？难道真是能力欠缺导致的意外？你确定昨天给顾杰打的是破伤风针，且药物在有效期内？当然确定了，保健室有记录簿，胡叔也可以帮我作证。顾杰感染破伤风，果然有他的手笔在。注射给顾杰的那支破伤风针不是假的，就是过期的。可惜他能这样说出来，那支注射后的药瓶肯定已经被处理掉了。眼下只能先放过他，等回村再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徐小莲被他的眼神看得心底发麻。既然顾杰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先回桃源村了。保健站还有事没做完呢。他匆匆和顾父、顾征告别，叫上一脸不开心的李卫民离开。李卫民被池悠悠一手针灸数经的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这会儿恨不得黏在池悠悠身边，好生打听一番。池姐，过2天我上县城来接你，到时候你可一定得给我好生摆摆你那针灸术啊。小同志，我观你任穴位极准，手法娴熟老练，没有7、8年的苦练，怕是不能成。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医院工作？我来当你的推荐人。这个年代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非常珍贵。现在只要点头，孙主任就会动用他的关系将自己弄进医院。池悠悠有些心动。孙主任，谢谢您的好意，可我只念到了高2，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培训，针灸和药方都是跟着一位故人学的，小打小闹还行。在县医院工作固然好，可这里离能量源太远了。你这孩子真是太谦虚了。什么叫只念到高2？你这种已经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比我们科室某些医生强多了。孙主任，我会继续读书学习的。小杰，大娘，您儿子需要安静的环境养病，大家都别聚在病床前了。为什么不答应孙主任到县医院工作？你腿伤还没好，我得留下来照顾你。木林空间还没完全开启，我得留下来吸能量。那1年后呢？什么1年后？要是1年后我的伤还没好，你怎么办？那就继续治疗啊，1年治不好就2年，2年治不好就3年。只要木系能量和灵泉供应足够，哐哐往上对，要不了1个月就能治好。见对方完全不考虑离婚的事，顾征唇角微不可察的翘了翘。好啥？这人这会儿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我还没正式退伍，海岛2期部队正营级，每个月津贴加补助是98块钱。退伍后每个月也有伤残补助，前头10来年的工资和奖金，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剩下的娘都帮我存起来了，一共还有1000。知道你有钱，但也没必要大庭广众说出来吧？财不露白的道理不懂吗？知道了。你突然和我说这些做什么？婚后工资和存折都交给你管，不出去工作也养得起你。孙主任说的对，以你的能力进入医院，肯定可以干出一番成绩，却被我拖累。我会尽力保障生活用度，让你不必为了钱操心。若你想出去工作，我也不会拦着。那要是等你腿好了回部队，升副团长、团长了，每个月工资涨成100多，也都交给我。行啊，一言为定。二哥，咱们以后多包容二嫂一点，多拿些钱给她用，别让她手头困难去找宋文浩要钱花，挺不好的。你跟踪我？我从保健站出来，路上正好撞见了，没跟踪。哼，那你是怎么知道宋文浩给了我钱的？一个叫丁丽娜的知青告诉我的。二嫂，你以后别去找宋知青了，就跟我二哥好好过日子成不？池悠悠真找宋文浩要钱花了。也对，一个只会拖累的残废，没有资格把别人强行绑在身边。等治好了腿，他就会离开。我先回病房了。房内对话声逐渐低下去，顾征此刻也不想知道那个回答，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不要乱说话，尤其在你二哥面前。我半个字都不会提。原来二嫂找宋知青是去要债的呀，是我误会二嫂了。孩子，多亏有你在，我和你叔这辈子都欠你的。大娘，过去的事就不提了。那个徐小莲真不是东西，亏她还是大城市来的知青呢，和村里长舌妇一样爱嚼舌根子，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人，太可恨了。要不是悠悠你厉害，治好了小杰的破伤风，这盆脏水可能就真泼你身上了。
一旦有了隔阂，两个孩子的婚事怕是不成了。顾母突然想到徐小莲在她家顾铮面前扭捏作怪的表情和语气，心里打了个激灵。徐小莲不会是喜欢顾铮，故意使坏搅黄顾铮和悠悠的婚事的吧？那可不行，顾铮媳妇我只认池悠悠，谁来都不顶用。小莲姐应该不是那种人吧？她也许是急昏头了。你给我把嘴闭上，这臭小子尽帮外人说话。娘，我病还没好呢，您咋又打我？打坏了可咋整？到时候心疼的还不是您。谁让你帮着外人说话的？打坏了我也不心疼，反正你二嫂能治。池悠悠配合地点点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小杰，刚才二嫂忘记告诉你了，破伤风病人饮食清淡为主，忌荤腥油腻。等会儿的鸡汤鸡肉你就别吃了，我单独给你炒个白菜帮子。二嫂，我错了，等吃完肉你就找根针把我的破嘴给缝起来。你哪来的人参？还是极为难得的百年参？怎么不好喝？别人花大价钱都求不来的稀罕东西，你居然拿来给我泡水喝？这么好的东西用在我身上糟蹋了。大青山上挖的，山里全是宝贝。草药被我拿到公社医院换成钱了，人参我没卖，留着给我娘和你用，老长一根了，泡水喝能喝到明年去。其实这株人参刚从地里挖出来10年份并不久，拿进空间用灵泉和木系能量催生后，才勉强够得上百年参的品相。只要我乐意，用在你身上怎么都不算糟蹋。还是说你想我把水给别人喝？别人是谁？宋文浩。你提他做什么？这水就算倒掉喂猪喂狗都不可能给他喝。你和宋志清，你不是还在找他拿钱用吗？难怪我说你那会儿怎么奇奇怪怪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晚上吸能量太放纵，把人给吸出毛病来了。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找宋志清要钱花？我们马上就要结婚成为夫妻，你需要钱只管找我要，不要再去找宋志清。你听我们讲话也不听完，话说一半就跑了，现在反过来质问我，因为他欠我钱，我拿欠条去找他要债，不知道怎么就传成了我找他要钱花。等回了桃源村，我把欠条拿给村长，让他帮我澄清，可以了吗？打怎啦？王医生被打了。一个会脑补的老公吃起醋来有多可怕？这个男人长得高大威猛，心却小得像一只鼹鼠。他从来不会情绪失控，因为他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脑补完整，并说服自己，连他自己都不曾怀疑自己的判断。你听我们讲话也不听完，话说一半就跑了，现在反过来质问我。等回了桃源村，我把欠条拿给村长，让他帮我澄清，可以了吗？小池同志，门诊收治了一个和顾杰情况相似的破伤风病人，我跟院长打了报告，想再次试验你的针灸和药方，如果疗效显著，医院想买下你的药方并聘请你，给科室医生做几期针灸培训，不仅有钱拿，还得出具证书，你觉得怎么样？孙主任目光灼灼地看向池悠悠，卖药方和给县医院医生做培训这2件事，能给池悠悠的履历增色不少。将来等他进入了医疗系统，起点都比别人高一个档次。池悠悠怎会不明白对方的用心？孙主任，谢谢您，我们这就去门诊吧，病人病情耽搁不得。好，你跟我来。哼，不给你台词。池悠悠跟着孙主任来到门诊，走廊上却闹哄哄的，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打怎啦？王医生被打了，麻烦大家让一让，孙主任来了。主任，3床病人的家属动手打人，您可得给我做主啊！王医生就是上回听信了徐小莲的栽赃，批评池悠悠的男医生。我父亲送进你们医院，已经花了100多医药费了，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你这个庸医还乱给我父亲针灸，而后跟弄得全是血，打你怎么了？老子还想抓你去治安局呢。都怪这个农村来的肥婆，要不是上了她的当，自己怎么会尝试给病人针灸？又怎么会被家属殴打？这回面子算是丢尽了。池悠悠被这一眼瞪得莫名其妙，拧起了眉头。这个王医生脑子有坑吧？怪不得会碰上医闹。没事，小池同志，不用怕。同志，你先冷静，有话好好说。我是科室的主任，姓孙，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反映，我一定尽我所能帮你解决。男人见科室主任都来了，说话中肯，一看就是个明事理的，情绪平复了些。不等他开口，他的媳妇就跳出来叫嚷：“你是主任，那就是能主事的人了。我告诉你，要是我公公有个什么3长2短，你们医院得负责，先把医药费退回来，再给我们一笔赔偿，不然我们就抬着老头躺在你们医院门口，到时候……你怎么说话的？我爸还没走呢，你就盼着他出事？哪能啊？可咱爸那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真要去了，咱们不能被医院随便打发了呀。我这也是提前有个准备，医院也是要脸的。”妇人把男人扯到旁边，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他们有商量讨要赔偿的功夫，却没注意到病床上的老人又出现了抽搐的痛苦症状。再严重点就属于医疗事故了，把病人的身体健康当儿戏，简直胡闹。我是照池同志说的穴位给病人针灸的，谁知他的法子根本就不能治破伤风，之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真要论起来也是他蒙骗了我，他才最应该承担责任。
就在他义正言辞推卸责任的当口，池悠悠几针下去，不过片刻功夫，老人就止住了抽搐。王医生顿时像一只被掐住了喉咙的公鸡，没声了。没看出来啊，王医生肚子里真货没多少，甩锅的技术倒是一流。可惜你这个半吊子，连最基本的认学辨学都做不到，还有脸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我问你，这里的穴位都有哪些？具体位置在哪？针灸这些穴位能起到什么作用？有风池穴，位置在。回答不出来是吧？那你还敢胡乱给病人下针？谁没个失误，又不是什么大事，人不还好好的吗？王志，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也给咱们医院蒙羞。这个王志骄傲自大，半罐子水响叮当，人到中年还在初级医师的位置上待着，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只会抱怨时运不济。我正经学的是西医，那才是真正先进有用的技术。打针、药片、手术，哪一个不比这些乱七八糟的穴位强？他用的就是些江湖郎中坑蒙拐骗的伎俩，这种残余糟粕上不得台面。提起自己引以为傲的专业背景，他的语气又飘起来，尽是对中医的不屑一顾。这个池悠悠真是忍不了。我呸！你个崇洋媚外的狗东西，老祖宗上千年发展继承下来的东西，还轮不到你这个不中不洋的龟孙子来智慧。西医再好再先进，能切开你的脑子，掀了你的头盖骨，却清不完里面那一团狗屎浆糊。小同志骂得好。人不行，怪路不平，他自己能力跟不上，还敢甩锅给中医，也不怕老祖宗半夜起来抽他大嘴巴子。你们，我记住了，你们以后别求着我看病。王医生，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工作失误，差点引起医疗事故，请你跟我们过去接受检查，如消息属实，医院会对你进行处分。王医生这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脸瞬间垮下来。孙主任冲池悠悠投来赞赏的目光，妇人见池悠悠3两下就缓解了自家公公的病情，又听孙主任说他有治疗破伤风的成功经验，脸色有些复杂。老头子没了，工作可以传给我儿子，还能借机坑医院一笔钱，这比他活着有价值多了。可现在那不就没理由找医院扯皮了？那我父亲就拜托你们了，就冲小同志刚刚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他一定能把我父亲给治好。没钱我可以出去挣，人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躺在床上的老人家有些年纪了，如今又神志不清，做不了决定。说句不好听的，是死是活都掌握在儿子儿媳手里。要是儿子一句不同意，医院也不能强摁着他点头。家属签署同意书后，池悠悠在孙主任的陪同下仔细查看老人的病情。既是要在医院进行推广普及，他就没有用木系能量针灸搭配汤药，虽然时间慢点，但几个疗程下来，愈后效果依旧会很好。临近太阳落山，池悠悠才走出病房。想挣医院那2000块钱可真不容易啊，腰都快做断了。哎，不对，我什么时候有腰了？这段时间以来，他每晚都会抽空进空间，来一个运动加喝灵泉水加木系能量调养加泡澡的美容养颜豪华大套餐，再配合小鸟胃饮食，身上的肥油和杂质咔咔掉。腰不舒服？小次啊，你再不回来，你对象就要把病房地门给忘穿了。你下午的事对不住了。下午发生了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娘送了饭才来。那一起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培训针灸。在医院一待就是7天，顾杰和那位老人家都已经康复出院。池悠悠把药方交给医院，又给科室的几位医生进行了为期1周的破伤风针灸速成班后，找老院长领取了2000块钱。瞧你那点出息，推荐你去上学习班，怎么没见你这么高兴，就这么喜欢钱？没错，我就是单纯的喜欢钱。院长能不能不进学习班，直接参加考核？原则上也不是不可以。那就是可以。院长，劳您给我指个方向，我想尽快参加考核。指什么方向，我就可以当你的考核人。不愧是县里最好的医生，那咱现在就考核呗。倒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这有分考核的卷子，有些难，你量力而为，考核标准我心里有数的。池悠悠接过卷子和笔，大致扫了一眼后就坐到旁边，提笔写了起来。老院长越看越惊奇，直接站过来看他答题。院里医生遇到这卷子都免不了抓耳挠腮，胖丫头却答得气定神闲，几乎是题目看完就写答案，丝滑流畅，一点都不打盹。等池悠悠写完，老院长的阅卷也跟着结束了，又开始拷问有关临床的内容。在末世，基地医疗站每天都要接收大量的伤病人员，所以配药、包扎、注射和简单手术这些基本功尚算扎实，应付考核足够了。小池啊，你这水平待在一个小村庄委实屈才，都够得上门诊医生的标准了。有了这张纸，你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人看病了。谢谢院长。池悠悠双手接过行医资格证书后离开。等他走后，老院长迫不及待地往外拨了一个电话，目的地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岛部队。方师长，这是一个连国家都要反对的婚姻，男人是一名高富帅的兵哥哥，女人则是一个又黑又胖的小村姑。然而女人竟是小日子的特工，更令人惊奇的是，女人她变瘦了还变白了。方师长，您让我观察留意池悠悠同志，几天下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位很不错的小同志。周院长辛苦了，你叫顾营长过来听电话。
老院长这边正准备兴致昂扬的报喜，电话那头的语气却听着不太对劲。自己手底下最看重的兵选了一个优秀上进的女同志当媳妇，难道不应该为她高兴吗？怎么听方师长口气好像不满意小池同志啊？可惜他没立场过多插手部队里的事，只能差人去把顾铮喊来听电话。你们方师长。方师长，我是顾铮。知道我为什么喊你听电话吗？因为结婚报告的事。我也不跟你卖关子了，你的结婚申请批不下来。为什么？方师长，如果是因为您女儿，我想我有必要正式向您表明，我和方胜男同志从来都只是普通的战友关系，那些流言蜚语做不得数。离开部队前，我也跟他讲清楚了。听到他撇清关系的话，方师长在电话那头狠狠骂了一句：顾铮，你什么眼光？老子那么优秀的女儿你看不上，结果呢，转头给自己挑了个迪特家庭出身的对象。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池家一直居住在桃源村，3代都是贫农。不是池家，是孟家。他的养父母，如果是养父母那边的问题，婚事就还有转圜的余地。只要池悠悠他不知情，养父母的错牵连不到他身上。和你的结婚报告前后脚到的，还有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孟家夫妇10年前就已经被南方特务组织发展成下线。孟父在轧钢厂，孟母则进入了纺织厂。这些年，两人通过工作上的便利，获取了不少消息，出卖给特务组织。顾铮越听眉头拧得越紧，一针见血道：举报信是冲着这门婚事来的。如果是想举报孟家夫妇，这封信应该递到县治安局，而不是千里之外的海岛部队。我当然知道这是冲着你的婚事来的，举报人目前安的什么心还未可知。顾铮，你如今还没退下来，就算将来不能去前线，组织上也会安排你去到机要的文职岗位。为了你的前途，池悠悠同志，你不能去。放弃和池悠悠结婚，顾铮从未产生过这种念头，哪怕怀疑他的言行举止，怀疑他的医术，认为他对宋文浩念念不忘时，都没有生出过不和他结婚的念头。人呢？顾铮，你在听我说话吗？趁早把亲事退掉，池悠悠他不是你的良人。方师长，举报信内容还需要查证核实。若孟家夫妇真的是迪特，我会尽全力配合当地治安局的抓捕工作。可池悠悠10年前他才8岁，对养父母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不知情的，所以就算孟家有问题，你也还是坚持要娶池悠悠。是。哪怕他的成分不好，将来成为别人攻击你的靶子，你也不在乎。是。另一边，池悠悠费了不少功夫，才在废品回收站找齐要用的材料。魏大爷，您知道上哪儿可以焊接这些东西吗？顾铮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他找废旧材料，想帮顾铮做几个康复器械，方便他自己在家的时候锻炼。要不你去轧钢厂问问，他们那里有电焊工。轧钢厂？原主的养父孟学忠不就在轧钢厂工作吗？还是个小干部来着。只不过原主和养父母感情并不亲近。相比起原主，他们更看重儿子。认亲回桃源村前，原主不想让出纺织厂的工作，和养父母闹得不愉快。还是自己找人想办法吧。魏大爷，今天时间太晚了，我男人还在医院等着我回去，东西先放这儿，我给您多添1毛钱，您再帮我保管1夜，我明早过来拿，成吗？不用添钱，你自个儿找地方放就行。好的，谢谢魏大爷。魏大爷，这些东西您从哪儿收来的？我记起来了，好像是下面村子的村民拿过来卖的。那个村民还管我要高价，最后在县里转了一整天也没卖出去，最后还是应我这儿了，1毛钱1斤收的。1毛钱1斤？如果我没有看走眼，麻袋里装的可是青铜器。不对，麻袋里不只有青铜器，还有很多件陶器和象牙制品，这些东西应该是从某个古墓中出来的。小池啊，我看你在那儿蹲好久了，是喜欢还是咋的？这可是后世能拍出上千万的古董文物啊，能不喜欢吗？您有所不知，我男人平时最喜欢捣鼓些小玩意儿，他这不是受伤了躺在床上吗？我看麻袋里物件形状奇特，挺有趣儿的，就想着买回去哄他开心。3块钱都卖你，这么便宜？便宜啥呀？这就是没人要的废品，除了你这个买回去哄男人开心的傻丫头，谁还会出钱买啊？池悠悠利落付完钱，看着老人慈眉善目的脸，想同他结个善缘。魏大爷，您是不是有咳嗽的老毛病？尤其入了夜，一躺到床上就咳得厉害。我今天也没咳嗽几声啊，你是咋知道的？给魏大爷诊脉开了个治咳嗽的方子作为报答后，池悠悠拎着一麻袋古董文物朝巷子里走去，打算绕几圈避开人，再将东西收进空间。方叔，你说的我都明白，但作为男人，我必须对他负责。你的意思是，你和他已经那个过了？你小子还受着伤呢，怎么就……哎，那些特种训练算是白做了，怎么连区区女色都抵抗不住？您放心，要是我对象自身有问题，做了危害国家的事，我会第一个把他送进治安局。可要是没问题，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我娶她。最差的结果，无非脱去那一身军装。你真的想清楚了？行吧，事已至此，你必须得对人家女同志负责。结婚申请我批了，孟家的事就交给当地治安局核查，你暂时不要插手。谢谢方叔。鹏哥，胖娘们进巷去了，这个点儿她肯定是要回医院的。
喊上兄弟们去巷子口，东西两边都堵上。猴子，你之前打听到那胖娘们叫什么名字？叫齐悠悠，县医院一个姓王的男医生告诉我的。哼，你猜我给我大哥定的胖媳妇叫什么名儿？不会也叫齐悠悠吧？老冯哥有癫病，前头几个媳妇没经得住折腾都没了，年近40连个孩子都没有。他们头跟老冯哥感情很好，这回就专门给他买了个皮糙肉厚的胖娘们。娘，石悠悠还没回来吗？回来了一趟，拿笔在本子上写画了一会儿就又出去了，说是要去废品站找材料，用来做什么外什么骨骼的，给你康复训练的时候用。他一个人出门去多久了？呀，我都忘记时间了，估摸得有2、3个小时了。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不会出啥事吧？不行，我得出去找找。娘，我和你一起去。可是你的腿……没事。住院这些天不仅有医生的治疗，池悠悠也陆续给他针灸了3次，就连晚上也守在他身旁睡，还不间断给他灌人参虚泡的水。他腿甚至还奇迹般的恢复了少部分知觉，依靠拐杖行走已经不像往常那么艰难。你们是谁？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人了。女人只是花3块钱收了一袋废品，却引来了一群混混。可他们的目标不是废品，也不是钱财，而是他这个黑胖小村姑。原来女人是他们为绑进山寨的大嫂，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大嫂竟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她就是我给大哥定的胖媳妇，池家人可收了我150块。没想到这还能扯出池家人，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是谁干的。池悠悠眉眼下压，冷静环顾一圈，此时瞬间包抄过来约莫有6个人，手里拿着绳子和麻袋。以1敌6，洒水了，可把他们打趴下了，又能怎么样呢？这阵仗看着可不像普通的混混，他们在县城应该有固定落脚的地方，那里说不定有他们犯罪的证据。这个念头一升起，眼前几人在池悠悠心里迅速变成了待宰的肥羊。你们是谁？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人了。招娣他娘没说老实话，这丫头哪里泼了刁蛮了？明明胆子小的跟猫儿似的，虽然生得胖，但肉都长到了该长的地方，胸大屁股圆的。喊吧，这里是背街，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我哪里惹到你们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说起来我还要喊你一声大嫂呢。池家把你卖给我老哥当媳妇了，乖乖的和那个野男人断干净，进山里去给我老哥生娃。果然，池老太、赵娟，亏你还是在城里混的，被耍了都不知道。我早已经跟人结婚领证了，池家人是骗你钱的。结婚了又怎么样？进了咱们寨子，外头就再也没有你这个人了。看来是惯犯，还是万恶的人贩子，那就不能轻易放过了。房哥，咱们还是赶紧把人弄走吧，免得把那个瘸姐招来了。把人绑起来，讲那么多干嘛？就算结婚了也得回去给我老哥生娃。殊不知这正合了池悠悠的意，他低垂着眼，任由他们绑住手腕。八爷，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胖乎乎的姑娘，17、18岁，短头发，一双眼睛又圆又亮，今天穿的是蓝色短袖。您是小池同志他男人吧？他男人，他跟您提起过我。那可不，他就是为了给你做康复机械，才在我这废品站里找了一下午，累得满头大汗。你小子以后可要好好对小池同志，这年头娶到这样一个能干又贴心的媳妇不容易啊。这点不用您说，我会疼我媳妇的。这就对了，疼媳妇的男人会发达。还劳烦您仔细想想，他大概什么时候离开废品站的？呀，那可有1个多小时了，他还没回去吗？没有，我在医院一直没等到人，这才出来找的。我当时没留意，只是看到他好像进了巷子。这样，我跟你一道，咱们赶紧沿着巷子附近找一找。这天眼看就要黑了，他一个姑娘家在外面容易出事。顾铮面上不显，心里却着急起来。他没有拒绝魏大爷的帮忙，朝巷子里找去，结果一无所获。顾小子，你别着急，你先想想小池同志在县城还认不认识别的什么人，说不定他遇到熟人，一时了得忘记时间了。熟人？悠悠他没和我们提过呀，我们上那儿找去，真是急死个人了。要真遇到熟人还好呢，我就怕他遇到坏人了。悠悠在县城的熟人恐怕不少，其中最熟悉、最可能去拜访的莫过于孟家。孟家夫妇被举报敌特的事尚未查证，身份存疑。悠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吗？魏大爷，麻烦您在这附近再找一找，若是找到了，就在十字街汇合。娘，我往远一点的地方找，您马上去公安局报案。池悠悠被带进了一个小院子里，因为头上套着麻袋，他只记下了步数和拐弯的地方，以及听脚步声，发现有2个人提前离开了。把人关到屋子里去，等今晚乔先生过来把货收走，我们就动身回寨子。好的，峰哥，那个狗仔鸡怎么办？他嘴硬得很，饿了这么多天都不肯说东西藏在哪儿。他是个有脑子的，知道张口了家里那个老东西就活不成了。要不是峰哥你发善心，他和他奶早就死牛棚里了。行了，不说这些扫兴的，走的时候把人带上，总有法子让他开口。峰哥，我饿了要吃东西。臭娘们，老实点，你当在自己家呢，还想吃东西？
怎么不是自己家了？冯哥不都说了我是他大嫂，你当面就敢骂冯哥的大嫂是臭娘们，心里是不是有什么怨言？背地里肯定也没少骂冯哥吧？你个球，你给老几闭嘴，没东西给你吃，喝着。冯哥，你好歹也是我未来小叔子，能不能对我这个大嫂好点啊？一口饭都不给吃，抠抠搜搜的，还是个男人吗？老子还没抠门到不给女人饭吃，现在外面买不到了，这里也没人会烧饭，你忍着，等回寨子了什么吃的都有。不行，我这大体格子，少吃一顿都能要命。那你想怎么办？有没有面粉、鸡蛋、青菜啥的？我自己煮碗面条吃。你会烧饭？当然，不然你以为我这一身肉怎么长起来的？厨房有食材，你去做我们几个人的饭菜出来。是，本哥。有啥好怕的？他身上的东西都被搜光了，使不了坏。你要不放心，就站一边盯着去。想吃我做的菜，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洗菜去。猴子被他指挥得团团转，这会儿又馋得直吞口水，对他的小动作没有一丝察觉。屋子里冯全等人频频朝厨房张望，脖子都拉长了。这胖娘们做菜可真香啊，那150块钱花的值。水啊，来了。顾二哥，他就是和池悠悠一起被报错的那个孩子，前头18年生活在桃源村，自然认识在村里后生中拔尖，又和池兰香定下亲事的顾铮。顾二哥，你怎么过来了？是来找我的吗？孟巧玲想到这个可能，心不由自主的砰砰跳起来。我找池悠悠，她有没有来你们这儿？池悠悠？孟巧玲想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口中的池悠悠就是那个抢走自己幸福生活18年的孟悠悠。她是池家的女儿，来我们孟家做什么？自从认亲回来，我就没有见过她了。多谢，告辞。顾二哥，等等，你和池兰香怎么样了？还有那个池悠悠，你为什么会上孟家来找她？你们很熟吗？这一连串类似质问的话令顾铮有些不舒服，他皱了皱眉，言简意赅道：我和池兰香已经退亲，池悠悠是我未婚妻。玲玲，你在和谁说话？我不是告诉过你今天晚上不要出门吗？妈，是顾二哥，我之前在村里的朋友。孟阿姨您好，我叫顾铮。孟母扫了眼他的拐杖，随即收回视线，不容拒绝地将孟巧玲拉进屋内。你给我进来！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都能交朋友的。在你爸回来之前，你就和弟弟老实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要去，听见没有？妈，顾二哥和那些乡下人不一样，他是军人，之前在海岛部队当营长。孟母下意识的反应如此激烈，是单纯排斥我这乡下来的瘸子，还是因为我军人的身份？池悠悠，你到底在哪儿？女孩只是打了个喷嚏，绑匪就全晕了过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看似文弱的她，不仅身怀空间，身体里还住着一个末世战神。谁又在背后骂我呢？肯定是你们几个晕过去了才发现，晚了。想让我当你大嫂是吧？地茄草管够。将几人绑好，池悠悠开始在房子四周逛了起来。这杂物房堆放的全是好东西，今晚零元购。池悠悠眉心一跳，角落里有一团人影瑟缩在那。还好，能动就代表还活着。喂，能听见我说话吗？我也是被冯哥绑过来的，不过他们已经被我下药弄晕了。你要是愿意，就等治安同志来了做个证；要是不愿意，就趁现在赶紧走。谢。角落那人很虚弱，2个字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样。池悠悠没再管他，粗糙的简易木桌上摆放着的东西令他2只眼睛都瞪圆了。电台，还有密电码、电报底稿、手绘图纸，以为只是捅了小混混的窝点，没想到对方居然还和境外有联络。池悠悠打开麻袋，10几尊刻满铭文的青铜器和瓷器映入眼帘，无一例外都是工艺精巧，异常瑰丽。冯哥这群人胆子太大了，而且又蠢又坏，竟然勾结境外势力出卖华国的古董文物，也免得我费心让你们蹲进去了，这可以直接吃花生米了。喂，醒醒！近距离这么一看，饶是池悠悠见过俊男美女无数，也无意识顿住了呼吸。无他，面前之人男生女相，五官精致清俊，是天生天赐的美人脸。还有气儿，是活的，外伤不致命，有点贫血，是被饿晕的。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我再帮你一把。池悠悠不甚温柔地给他灌了碗水，又塞了颗兔子奶糖进去。我多久没有吃东西了？3天还是5天？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走不出这个院子。你先待在房间里，我去找治安同志过来。邹竹生抬头望过来，一双茶褐色眸子在看清救了自己的人时微微睁大。居然是他！你认识我？我。别出声。冯哥之前提到今晚会有一个叫乔先生的人来收货，收的恐怕就是房间里的青铜器。那对方的身份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敌客。怎么才开门？货都准备好了没有？保不准后头还会来人，我必须尽快喊治安同志来接手。你在这等着，我去就回。
池悠悠同志会不会已经回桃源村了？要不你们先回村去看看吧，总不能一直这样找下去呀。不可能，他一定还在县城。池悠悠不是一个会不辞而别的人。顾铮脸色阴沉，嗓音在暴怒边缘徘徊。顾营长脾气也太凶了，都不让人说话了。顾铮并非有意发火，而是能量源在身体里横冲直撞，带来撕裂般的痛感，令情绪有些不受控制。顾营长对象失踪了，没有人比他更着急，说话冲一点可以理解。昏暗中，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巷子里跑出来。池悠悠，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打个招呼？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你是不是要急死我？究竟遇到什么事了？有没有受伤？池悠悠一眼就看出顾铮体内的能量源在暴动，额角青筋显示他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顾铮，你先冷静，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你让我先回答哪个是好？池悠悠牵住他的手掌，揉按穴位，实则往里面输送木系能量。这个傻木头居然真的跑出来找我了，我遇到迪特了。池悠悠也没多耽搁，紧接着就把自己这几个小时的经历描述了一遍。就是这样，冯哥一伙人不仅在黑市里倒买倒卖，还偷偷把我们国家的古董文物卖给境外势力。队长有发现，箱子里翻出了伪造的介绍信和1包金条，角落里还有伊布同台省联系的电台。这下抓到条大鱼了，人都被我弄晕捆起来了，直接拖走就成。你终于回来了，邹竹生。邹竹生很久没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大名了，因为他是地主的后代，一个生来就被人唾骂的黑五类。郭二哥，撑不住就坐着。谢谢，给你添麻烦了。吃了吧，补充能量的。池悠悠同志，你这回可真是立了大功了！我要回去报告给局长和县领导，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保护咱们国家的文物，那绝对是要给奖励，然后全县通报表扬的。罗队长，全县表扬就算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这人胆小，怕出名了惹是非。不过其他奖励我倒是很感兴趣。我听说抓到迪特，按人头数给现金奖励，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放心放心，少不了你的。顾营长，你对象真实诚啊，跟别的女同志太不一样了。他确实很优秀，很特别，他的胆识和智谋远超常人。可惜他不是我的兵，而是我的结婚对象。邹竹生是我们大队的社员吗？我看你和他挺熟的。他被冯哥几个虐得很惨，浑身都是伤，4、5天没吃东西，饿得只剩一把骨头了。顾铮见他一脸同情担心，莫名很不舒坦。他和我1年生的，因为2家长辈的关系，入伍前有些来往。你觉得他怎么样？人品性格不了解，但他那张脸属实生得漂亮，连我一个女的看了都羡慕。我回桃源村也有3、4个月了，怎么之前都没在村里见过他？就知道池悠悠喜欢这种小白脸类型的男人，前有宋文浩，后有邹竹生。你怎么不说话了？邹竹生祖上曾是地主，家庭成分高，不受村民们待见。怪不得，像他这种成分估计很难成家吧？失踪这么多天也不见他家人来报案。邹家被斗后，只剩下他和邹奶奶。听到这，池悠悠不由想到自己的前世，也是年幼和外婆相依为命。邹竹生的处境显然比他还要艰难些。快了，会好起来的。他的声音很轻，散在风中。顾铮没听清他说了什么，却察觉到了那声叹息。他心头浮上淡淡懊悔。他要是真看上邹竹生了怎么办？一日天还没亮就睁开了眼，终于等到吃完了早饭，他对池悠悠道：“你上午有空吗？打算去几个厂子问问有没有电焊工，给你做康复器械。”这是不急，我有认识的人。这是不急，那什么是急？有事直说。咱们顾营长什么时候也学会拐弯抹角了？顾铮被他笑得脸热，清了清嗓子道：“池悠悠同志，请你跟我去一趟民政所领证。”他说话时面无表情，甚至有点严肃，不仔细听还以为他叫池悠悠跟他走一趟治安局。这么快？怎么，你不愿意？不是，我就是觉得太早了点。池悠悠愣了几秒，在池悠悠的认知里，他们虽然已经做了最亲密的事，但实际上才认识不到1个月。洗饭盒回来的顾母听到2人谈话，眉开眼笑道：“不早了，不早了，悠悠啊，咱们在县医院耽搁了一段时间，等明儿出院回去，过不了几天就到初8了，免得你和老二后头又往县城跑。今天就去把证领了吧，我老早就找人看过，今天和初8都是吉利的好日子。”行。还愣着做甚？赶紧换衣服啊！领完证和悠悠拍几张结婚照回来。